周璇，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我怕师兄师傅他们误会。所以爱会消失，对吗？那一年，我胎穿到这个世界，本以为拿的是古代首富剧本。当我救下柳如烟时，就把她当成我的女主角。结果到了修仙界，她是天之娇女，而我却是万中无一的废物。对不起，周璇，你是个好人，但不是天才。修仙界需要天才，不需要好人。你我如今如同浮游见青天，云泥之别。这里是20枚下品灵石，算是这些年你照顾我的补偿。你以为我照顾你就是为了这些东西？柳如烟，你看错我周璇了。你不收，不代表我没给，人情已还，从此你我之间再无任何瓜葛。以后在宗门，我不希望听到任何关于你我过往的流言蜚语。放心，未来的柳大圣女，你这种天之娇女，我周璇这等废材可高攀不起。周璇，我最后劝你一句，拿着灵石离开灵剑阁吧，这里不适合你。凭什么？凭什么你能修仙，我就不能？老子今天就不走了，他就不信了，废灵根就成不了仙人。哎，妈的，好家伙，20枚下品灵石，这要是不要，那才是真的傻子。由于宿主不要脸但要钱的行为，协议在人系统激活，系统指令让宿主协议翻身，废物利用，走上人生巅峰。废物利用什么意思？可转化为60点点净值，消耗点净值，可点化万物变废为宝。我的灵根呢？我这驳杂的5行废灵根也能升级？可以。哈哈哈哈！你以为我此生无望？我周璇才是真正的天命之子。哼，一个劈柴挑水的垃圾杂役也敢妄称天命之子，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你把地上的灵石捡起来给我。你也配用柳师妹的灵石？一个连灵气都无法感应的垃圾，拿着灵石也是浪费。好的，赵龙师兄。以后在杂役处有什么麻烦，可以到内门青竹峰报我的名字，我叫赵龙。赵龙是吧？青竹峰是吧？老子记住你了。让我看看什么是变废为宝。系统，点化这玩意儿需要多少点金值？检测到低劣灵气物品，是否花费10点金值进行点化？是。我发了血钻。咦，怎么回事？这灵石里怎么一丝灵气都没有？妈的，全是废石，敢骗我！啊！原来如此，柳师妹这是既想撇清关系，又不想真便宜了那废物。哼！妈的，老子真是废物！这5行废灵根还真是个吞噬灵气的无底洞，修炼速度慢得令人发指，消耗的资源又是别人的数倍，难怪会被称为万中无一的极品废物。等等，点金值，系统能点化万物，变废为宝，那我应该先点化灵根啊！系统，我的灵根点化需要多少点金？多少？100点。从一个全废提升到一个稍微不那么废的半废，居然要100点点金值。我现在身上只剩下50点。哎，果然到哪里都得要钱。不过系统已经给我指明了一条路，灵根是可以提升的，不就是灵石吗？老子去赚！王总管，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别废话，收拾东西去内门废丹房。废丹房？总管，您是不是搞错了？搞错？你以为我想让你去，我也没办法，是上面的人点的名。周璇啊，周璇，你小子可以啊，连内门的师兄师姐都敢得罪。其实萧杂处没什么不好的，那可是杂役弟子唯一一个给灵石的地方啊。我知道了。我去，到了，这里就是你的新家萧杂处。这哪里是萧杂处，这分明就是人间炼狱！啊，我的手，我的丹！检测到可吸收低级能源物资，下品废火灵丹。废丹也能吸收？那这里所有的废料岂不是？你就是新来的周璇？管事大人，我就是新来的。那正好，内门丹火仙子张灵师姐刚废了一炉赤炎丹，你等会儿去处理干净。是，完了，刚来就去送死。师兄。我新来的，师兄贵姓啊？我叫周野，来这萧杂处半年了。呀，咱俩还是本家啊！师兄今年高寿？20，都是这玩意儿害的。我估计我也活不了多久了。转化完毕，恭喜宿主获得点金值100点。这哪里是毒药，这是金疙瘩！周野师兄，那位丹火仙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她本名叫张灵，是咱们灵剑阁执法堂张长老的独女。她入门10年，每次炼丹必炸炉，私底下都叫她爆炸仙人。咱们萧杂处死在她那丹炉下的杂役，2只手都数不过来。你现在要去处理的赤炎丹是最烈、最毒、最容易爆的一种。兄弟，自求多福吧。谢师兄提醒。兄弟，言尽于此，你好自为之。哎，又一个倒霉蛋，丹火仙子，这小子怕是活不过3天。刚来就接这种活，真是得罪了什么人？对你们来说是催命符，对我来说，这他妈是天大的喜讯呐！多谢。
保重。看什么看？你们这群守着金山要饭的家伙，老子这趟是去挖宝，等老子发达了，你们连给我提鞋都不配。这位师兄，我是杂医院周旋，奉命前来丹火仙子张灵师姐的丹房处理废丹。令牌呢？顺着这条路上去，半山腰丁字13号丹房就是他的地方。真是的，这次的火候明明控制得很好，怎么又炸了？下次我换个方子，我就不信你就是来收拾的，磨磨蹭蹭的，怎么才来？赶紧进去收拾干净，里面被我炸得一塌糊涂。是，师姐，这破坏力，你说你在里面练了一炉手榴弹，我都信。吸收，立刻吸收！这分明是送财童女，散财观音。警告：检测到极不稳定的三星。电话，立刻，马上！这他妈不就是修仙界的手榴弹吗？系统，把剩下的废丹还有这些药渣，能吸的都给我吸了。系统，快给我看看提升灵根的方案。是，多少？1000？这通天大道也太他妈费钱了！精节之术，起！去污秽，还清净。这么快就出来了，收拾干净了吗？以前那些人哪个不是要在里面磨蹭半天？已经全部收拾妥当了。不错，干得挺利索的。以后我炼丹、废丹都交给你来处理了，这是给你的奖励，3枚聚气丹。多谢师姐，小的以后一定尽心尽力。小血盆啊，别耽误我研究下一炉丹药。什么情况？谁？我在这个世界没得罪过什么大人物，除了柳如烟和赵龙。柳如烟那个女人虽然绝情，但骨子里高傲，只会堂堂正正碾压我，那就只有赵龙了。这个贪婪的家伙肯定发现灵石有问题，还想不通我怎么做到的。想监视我，真以为老子是软柿子？只要敢动手，到时候就说处理废丹意外炸了。在丹峰这地界，谁能查出个死无对证？啊！你回来了，你没事？我没事，怎么可能？运气好，哎，算这小子命大，下一次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不过是把死期推迟了几天而已。这位师兄，这废弃的符纸太危险，我来帮你处理吧。师弟，你离那堆药渣远一点，毒性大，让我来。吸收，吸收，能修复。这萧杂处简直就是个废品加工厂啊！乾坤袋，这可是空间法器。周旋师弟，别碰那个！这东西邪门的很，是一个内门师兄炼器失败扔下来的，里面有个空间法阵出了问题。没事没事，兄，我看这袋子挺别致的，我就是拿回去当个摆设玩玩。系统，点化它，成了。1枚下品灵石能赶口转化4点金值的妖丹，空手套白狼啊！这次真的要发了，先搞第1桶金，系统修复它。修，都给老子修！明天去山脚集市摆个摊儿。有人！别怪我，杀了你，我就能拿到1颗中品灵石。有了它，这次宗门大考，我说不定就有机会成为外门弟子了。是你自己倒霉，谁让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1颗中品灵石。竟然有人花1颗中品灵石买我一条杂役的命！是他，李三。平日里沉默寡言，没想到为了区1颗中品灵石，就敢铤而走险。周旋，要怪就怪你自己倒霉，谁让你得罪了赵龙师兄？周旋，我知道你没睡，乖乖滚出来受死！做你的春秋大梦！谁说老子要跟你硬拼了？真以为我还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废物？找死！是你？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刚才有个人突然冲进来，说要抢我的东西。然后呢？
然后他看到我床边放着一颗丹药，抢过去直接吃了下去，然后就炸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是今天张灵师姐炼废的丹药，我看没动静就带回来，想吸收点残余灵气。张灵，爆炸仙人，这家伙抢什么不好，抢了那个。总管，验明了，是李三。周旋这种废物怎么可能杀得了他？晦气！把这里处理干净，李三自己找死，咎由自取。各位师兄，等一下，我这伤得不轻，房子也塌了，大家能不能搭把手帮我清理一下？帮你清理？你没被炸糊涂吧？晦气，谁沾谁倒霉！一群白眼狼，一颗中品灵石，赵龙那个蠢货怎么可能舍得下这么大本钱？这不过是画大饼忽悠李三这蠢货卖命罢了。清理了一晚上，终于干净了。今天是轮休日，正好下山。啊，还是山下的空气好啊！把乾坤袋里的翻新货卖了，凑够第一桶金，然后收购妖丹，刷点金值。嘿嘿嘿。不进就滚一边去，别挡着道。入城费1块下品灵石，进个门还要收钱。云来坊是执事堂的地盘，规矩如此，没钱就滚，别在这浪费大家时间。或者拿出等价的东西也行，残破法器、低阶材料，只要我们看得上眼。给，进去吧。道友骨骼惊奇，这残缺功法便宜给你。还有祖传的藏宝图，只要3块下品灵石，错过就没了。刚从妖兽山脉里挖出来的不知名灵草，说不定是上古神药。这盾牌看着不错啊，品相挺好。这剑也不赖，看着像是新的一样。哟，这地方还有这种成色的货色。不错，是玄铁打造的，分量和质地都对。你这面盾怎么卖？回师兄的话，这不是新的，是我一个长辈早年用过的，一直没舍得卖。王师兄，您是识货的，这面玄铁盾虽然是我长辈用过的，但品相你也看到了，绝对是实打实的好东西。你要是成心要，就8块下品灵石。8块下品灵石，你怎么不去抢？一个破盾牌，你还真敢狮子大开口啊！你是不是没睡醒？知道我们王师兄是谁吗？肯看上你的东西，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小子，我看你也是个穷哈哈的杂役，出来混口饭吃不容易。这面盾，我给你3块下品灵石，拿着钱赶紧滚吧。王师兄，实在是不好意思，这面盾牌是我那长辈留下的念想，低于8块灵石，我是真不能卖。如果您觉得价格不合适，那就算了，您再看看别家的，说不定有更合您心意的。你他妈给脸不要脸是吧？我再问你一遍，3块灵石卖还是不卖？不卖。好，很好，一个杂役也敢跟我王腾摆谱，小子，你给我等着，我倒要看看你这生意在这云来坊还能不能做得下去。完了，这小子把王腾给得罪死了，以后有他苦头吃了。失策，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以后这保命的底牌绝对不能再拿出来现眼。废品回收风险太高，还得看那个爆炸仙子的脸色，必须想个更稳妥、利润更高的法子。符箓，对啊，就是符珠，门槛最低，成本最低，还最烂大街的东西。空白符纸加点朱砂，连半块灵石都不到，只要花你很可点化，那就是一本万利。嘿嘿，师兄，这把清风剑怎么卖？嘿嘿，这可是好东西，便宜卖你。真的吗？看在咱们都是自家兄弟的份上，4块下品灵石。多谢惠顾，收摊了，大家明日请早。客官想买点什么？掌柜的，一阶妖丹怎么卖？1阶妖丹1块下品灵石1颗，概不还价。给我来20颗。多少？客官，你没开玩笑吧？那可是20块下品灵石。是的，掌柜的。掌柜的，你数数，这里是20枚下品灵石，够不够？够，当然够。这位师弟，您稍等，我马上给您取货。系统扫描，把这里所有东西能转化点金值都给我列出来。不行，要是真敢直接吸收，会被执法队打成肉泥的。系统切换成点化模式。1000点，这破铜块修复居然要1000点金值，这绝对是宝贝，连系统都无法识别，必须拿下它。这断剑和破石头看起来就没什么用，罢了，带回角落去吧。师弟，您的东西都包好了。掌柜的，你这角落里都是些什么玩意儿？怎么都破破烂烂的？这种废品也拿出来卖？
师弟，您是第一次来小店，多送您2颗，以后常来啊。多谢掌柜，客气了。另外再给我来100张空白的一阶符纸，上好的朱砂和妖兽血各1瓶，还有几支狼毫笔。好的，公子。师弟，您是第一次来小店，多送您2颗，以后常来啊。多谢掌柜。这些啊，确实算不上什么正经货，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这些东西都是我那几个相熟的、喜欢下山去险地历练的弟子朋友带回来的。有些据说是从什么古修士的洞府遗迹里扒拉出来，有些是跟强大妖兽搏杀时顺手捡到的。说实话，绝大多数都是些没用的废品，灵气散尽，道运全无。不过呢，这里面也算是有个淘宝的意思在里面。万一师弟您眼光独到，能从这堆破烂里淘到什么宝贝呢？这种事以前也不是没有过。退一万步说，这些东西虽然都残破了，但能从那种地方留存下来，材质本身肯定不是凡品，您就算买回去当个炼器的添头材料，那也是不亏的嘛。系统，扫描这堆废品里所有能修复的玩意儿。就是他们。掌柜的，这些东西怎么卖？要是太贵，我可不要，看着就跟垃圾没什么区别。不贵不贵，师弟您有眼光。这样，您给1块下品灵石，能在这堆里头随意挑选3件。行吧，那就随便再拿一个好了，就这3样吧。好嘞，掌柜的，再给我来点修补房屋用的钉子和木板。今天不仅赚到了第1桶金，还得到了那块神秘铜片，简直血赚！柳如烟，你为何在此？你怎么还不走？看来必须要将他赶走了。哼，这洞必须补上，不能再拖了。看，周旋又在修屋子了。点化修复需消耗点金值。嘿嘿，我的印钞机该开工了。我靠！妈的，失策了！早知道跟入门详解之类的破书看看了。灵力加固。对了，灵力汇聚，浮成，最后一笔定。呼呼啊！搞了半天，就他妈画好了一张，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他妈真是个猪脑子！系统点化的原理是什么？是变废为宝。之前又是假固灵力，又是控制兽血，简直是脱了裤子放屁！魁杰用朱砂画做出一张彻头彻尾的废物符如，再让系统点化，成了。这哪里是废符？这分明是一针闪闪发光的点金值！都出来！都给老子滚出来！啊！外面怎么了？不好，得马上处理！快别上！别吃了！快点！都听好了，奉上峰谕令，我灵剑阁乃是修仙正宗，不养闲人，不养废人。从今日起，杂医院将清退部分弟子，凡是年过30仍未突破断体5层者，身中丹毒无望治愈者，身受重伤沦为残废者，以及那些被断定灵根已废、毫无修炼前途的废物，统统都要逐出宗门。什么？要赶我下山？求求你不要赶我走！王总管，不要啊！我为宗门干了10年杂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清退废物，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特别是那条灵根已废。柳如烟，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你动手还真是又快又狠啊！都给老子闭嘴！宗门的决定是你们这群废物能质疑的吗？不过呢，宗门也不是不给你们机会。宗门给你们3个月的时间，3个月后年过30修为还达不到断体5层的，滚蛋！身中丹毒，3个月内无法自行化解影响干活的，残废的也给老子滚蛋！至于那些被长老们断定灵根已废的嘛，那就更不用说了。3个月突破，自行化解丹毒，这根本就是死亡判决书。不过这套政策设定，完不成的目标末位淘汰，清退老弱病残，这手法太他妈熟悉了。这不就是老子穿越前在凡俗界玩剩下的那套吗？当年柳如烟就在我的作坊里，他亲眼见过。柳如烟，你学得真快，用老子的刀来砍老子的头！不错，如烟，你这道关于杂医院管理的优化方案很有想法。末位清退，设定计标，激发底层弟子上进之心。多谢师尊夸奖，弟子只是尽自己的一份心力。你以前在凡俗界时曾接触过类似的东西？
回禀师尊，弟子未曾接触过，这只是弟子见杂役弟子虚度光阴，心中不忍，有感而发。修仙本是逆天行事，若无勇猛精进之心，留之无益，长痛不如短痛。好一个长痛不如短痛！为师早就想改革宗门积弊，只因派系林立，未能下定决心。哈哈，如烟，你天资绝世，又有此远见，实乃宗门之幸。待你修为更进一步，为师便将宗门内务逐步交由你打理。弟子谢师尊栽培，定不负师尊厚望。没想到第一个逼我上死路的，竟是当初我从泥潭里拉出来的女人柳如烟。这一手玩得漂亮，符箓印钞机计划必须加快了。3个月，不，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柳如烟既然出了招，这就只是个开始，我必须在那之前攒够1000点金值。所有人都在加紧修炼，妈的，浪费就浪费吧，总比被人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要强。柳如烟，你给老子等着！漏了，漏了，灵气全漏了！这哪里是修炼，这简直是在烧钱！呼，不好，要扎紧洗一下。呼，舒服多了。太垃圾了，3颗聚气丹啊！要是换个好一点的来，别说断体9层了，怕是直接一步登天，踏入炼气境都绰绰有余。到了老子这儿，7成的药效全他妈喂了狗，最后就换来一个断体7层。系统，将那22颗妖丹全部给我转化为点金值。不知道今天又会有什么新的废料送过来，说不定还能再淘到什么宝贝呢。开工了，开工了！这么多药渣，暂时用不上，不过可以记下来，以后说不定能开辟个药园子，当个修仙界的大地主。离他远点，免得被他引爆了什么东西，溅我们一身血。这家伙是受了刺激，彻底不要命了吗？爽！咦，你们看，周旋那边处理过的药渣好像特别干净。奇怪了，今天的药渣好像没什么味道了，毒性也弱得可怜。是啊，确实很奇怪。这里怎么这么多杂物？等等。在哪儿？我的东西呢？刚才一定就是掉在这里了，怎么会不见了？筑基期修士，这等神仙般的人物，怎么会像个疯子一样在垃圾堆里翻找？这家伙明显是在找丢掉的宝贝，难道是那个绿铜片？如果能帮这位筑基期师兄找到，结下一份善缘，对我走乃发展绝对有好处。周旋疯了，敢凑上去，要命了！万一惹怒了那位师兄，一口气就能把他吹死。这位师兄，您请息怒。师兄，这萧杂处乃是宗门污秽之地，废料之中多有毒物，您这般寻找实在太过危险。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不小心混在垃圾里，被丢到这里来了。不知师兄丢的是何物，可否描述一番？我们这些杂役常年在此处劳作，对这里的环境比较熟悉，或许能帮师兄留意一二。没用的，那东西它没有半分灵气，就是一件凡俗之物，混在这垃圾山里，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师兄但说无妨，多一个人知道，便多一分希望。那是一份婚书，用很薄的铜片制成的。我叫赵真，7年前我是个凡俗铁匠之子，和邻村姑娘定了亲，可成婚前1个月，家里遭逢大火，父母双亡，我流离失所，误入灵剑阁。这7年，我拼命修炼成了内门弟子，本想下山找他，昨天收拾旧物，竟把装着婚书的包裹当垃圾扔了，那是我唯一的信物。柳如烟为了大道斩断过往，赵真师兄却为凡俗婚约如此执着。修仙界既有薄情之人，也有重情汉子，师兄不必如此自责。此地废料都是分区倾倒，只是垃圾层叠，凡俗之物无法用神识探查，寻找需要时间。师兄，您先请回吧，继续待在这里容易沾染毒煞之气。我向您保证，从今天起，我会让杂役弟子多加留意，一旦找到那份铜制婚书，我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多谢这位师弟。师兄言重了，举手之劳而已。我叫赵真，住在赤剑峰丁字营9号洞府。师弟若有消息，可凭此令牌来寻我。飞剑起！多谢，再次感谢。赤剑峰火属性修士聚集地。周旋，你胆子也太大了，居然还拿了内门师兄的令牌！哼！吸收。点金值余额728点，升级灵根指日可待。可惜那份婚书翻遍了3成区域也没看到。你干什么？想吓死我？铜制婚书，东西怎么在你这儿？
你想要什么？我不想离开宗门，我还在追求仙缘。你能帮我？我知道你能帮我，只要你帮我留下来，我就把这份婚书给你。帮你也不是不行。系统切换模式，当前模式点化。综合评价比年报废的劣质牛马。系统竟然真的可以对活人进行点化，这不仅仅是立足的资本，更是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提升修为，治愈伤病，改善灵根，这意味着我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绝对势力。必须警惕，如果这个秘密泄露，我就会沦为强者的竞盘，但眼前的机会不能放过。先给他一点甜头尝尝，清除丹毒和修复经脉，花费应该在可控范围内。我还有一枚用来救命的解毒丹，我可以帮你，但你要明白，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明白，只要能让我留在宗门，让我继续追求仙缘，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周大哥，我以心魔发誓，只要能解毒，我定为你马首是瞻。系统对周野进行点化，选择方向1，清除丹毒，修复经脉。100点，比预想的少。确认。这是我的丹毒没了。恩公，我知道这枚丹药在这里意味着什么。是你救了我一命，以后我周野的命就是你的了。起来吧，这杂医院危险至极，只要你听我的，我保证，不只是丹毒，我还能让你的修为提升，甚至是提升到炼气。周野愿意追随恩公，生死不渝。很好，记住，今天发生的一切不准对任何人提起。恩公放心，周野就算死也不会泄露半个字。你先回去休息吧，好好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记住，不要表现得太明显，免得引起别人的怀疑。是。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提升自己的实力。花了100点换来一个忠心手下和婚书，很值。接下来该规划修炼了。断体5层和6层，终于忍不住了吗？受死吧！拿命来，去死吧！就凭你们！我的手！现在可以告诉我是谁派你们来的了吗？你们不敢说，那我就帮你们说，肯定是赵龙那个家伙吧？是。有些事情既然做了，就必须要做到底才行。不要杀我们！不要杀我们！求求你放我们一马！不能留活口，也不能在屋里杀人，得找个合适的地方。终于搬完了。再见了。出事了！消杂处爆炸了！什么？爆炸了！快跑！都给老子回去睡觉！消杂处炸废料是常有的事，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明天照常干活。在这个地方死2个人，根本没人会在意。赵龙，既然你敢派人来杀我，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这笔账我会慢慢跟你算。这几天的平静真是难得，效率越来越高了，必须把每一丝灵气都榨干。怎么回事？我让你们去收拾那个废物，结果呢？根据其他杂役的说法，那天夜里消杂处发生了爆炸，他们很可能是在执行任务时遭遇了意外。意外？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意外？2个断体5、6层的对付一个断体2层的废物，结果人没了。难道那小子真的有什么狗运在身？这个时候出这种规定，所有内门弟子不得干涉杂医院。该死的，不得私下报复，简直是故意和我作对。算了，先忍一忍。按照新的规定，要不了多久，那些杂役废物就会被清退出山门。到那时，那小子落到山下，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他。卖俘虏了，上等的1阶俘虏，价格公道，童叟无欺。1张俘虏1块下品灵石，买10张送1张。我要5张力劲符，给我来10张火球符。这个大力符效果怎么样？我也要几张试试。短短1上午就赚了80块下品灵石，这简直就是暴利啊！掌柜的，我要买妖丹。哎呀，这不是周师弟吗？你要多少妖丹？我这里刚好进了一批新货，品质都很不错。给我来50颗1阶妖丹。好嘞。吸收1阶下品炼丹丹，获得点金之加油。点金值余额终于破1000了，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必须找个安全的地方。集合中，难道又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都安静！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王总管，这是时间要提前开始了吗？不是说有3个月的时间吗？提前不是这件事情。不过今天叫大家来是要宣布一件大事，对于你们中的某些人，尤其在消杂处干活的这些人来说，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宗门刚刚颁下新规，从现在开始，部分表现优异的内门弟子将获得特许，可以选择自己的专属杂役弟子。简单点来说，就是可以挑选随从，带进各自的主峰洞府里去伺候。什么？可以去伺候内门师兄师姐？这是真的吗？我们杂役也能进主峰？太好了！一旦你们被选中，就意味着一步登天。主峰是什么地方？那是修炼圣地。到时候活计轻松，修炼环境好。杂役们，听我说，一步登天就在今日！一步登天，对，改变命运的时候到了。当然了，内门师兄师姐有选择权，但是究竟把哪些弟子的名册推上去，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这张老脸也挂不住送个废物上去啊！伺候内门弟子，那地方干净的连个废料都没有，怎么赚点金纸？这简直是自断前程。可是，万一丹火蝎继续了别人，他那里的废丹来源岂不是断了？那可是我的移动宝库啊！不用去争名额，张陵那边是出了名的爆炸仙人，谁敢去送死？到时候没人敢去，我主动上门帮忙处理废丹，既能拿资源，又能卖人情，完美。好了，3天之后，我就会把初步筛选的正式名单提上去。记住，机会只有一次，别到时候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又跑来我这里哭天抢地。快回去找找有什么宝贝，得赶紧去活动活动，快，别让别人抢先了！与其将希望寄托在别人的施舍上，不如将命运牢牢握在自己手中。福州废弃复制残余0例，福州破损杂技碎片残余0例。这数字还真是少得可怜。系统显示下一次突破所需的点金值，4型废灵根升级到3型废灵根竟然要1万点，足足1万点。等我好不容易把这些属性的废灵根点化完，下一步该不会是给我一个单灵根吧？算算时间，赵真师兄应该也等急了吧？这份善缘是时候该送到了。赵师兄，可是有消息了！幸不辱命，找到了，真的找到了，太好了！这次你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师兄，还是先把东西收好吧，这可是您最重要的信物，对，千万不要再弄丢了。师兄，我身无长物，这里面是一些聚气丹，多谢赵师兄美意。不过师弟我前些时日侥幸得了些丹药，暂时还并不缺少。若是师兄方便的话，不知可否将这瓶丹药换成妖丹？妖丹也对，你身在消杂处，或许有别的用处。丹药与你无用，那便算了。妖丹的话，我这里的确还有1颗，本是前次外出执行宗门任务时所得。周旋，这妖丹你拿好，多谢赵真兄。200点，1颗2阶妖丹竟然能转化200点，那应该就是系统提示的魔气，这其中的差距未免也太大了。这是我从一头筑基初期的妖狐体内挖出来的，不过那畜生似乎是被魔气感染了，所以这颗妖丹的灵力虽然精纯，但也被污染了，无法直接用于修炼，拿去炼丹也容易炸炉。赵师兄，这种被魔气感染的妖丹你还有吗？或者师弟我愿意出灵石向您购买。周师弟，你要这种被魔气感染的妖丹做什么？这东西灵力驳杂，还带着侵蚀心神的魔气。师弟绝无修炼魔功之意，只是我修炼的一门功法有些特殊，需要用到这类蕴含博大能量的东西作为引子，所以才想多收集一些。赵师兄，我断体7层，你居然已经断体7层，这怎么可能？实不相瞒，师弟的修为之所以能有所精进，也是一场侥幸。前些时日，师弟在消杂处处理一批前代长老的遗物时，曾侥幸得到了一篇功法残卷。那残卷似乎有灵，从中得到了一种能够淬炼根骨的宝术，但这宝术只对我们这种废灵根有用，且修炼风险极大，随时可能经脉寸断。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你急于求成，走了什么歪门邪道。周师弟，这种依靠外力的宝术终究不是正道，而且风险如此之大，你日后修炼务必要多加小心。近期内应该会有长老带队组织一次大规模的针对性狩猎。到时候我可以跟带队长老说一声，将那些妖丹全都收集起来送给你。毕竟那玩意儿对我们正道修士来说，就是一文不值的垃圾。如此便多谢赵师兄了，师弟铭记在心。周师弟，先别急，最近宗门颁布新规，允许表现优异的门弟子挑选专属杂役，我应该也在名单之内。你可愿到时候跟着我？多谢师兄厚爱，但师弟想靠着自己的能耐走下去。好，有志气。既然你已经决定了，师兄我也不再多说。随时可以来赤剑峰找我，多谢师兄。好了，我也不留你了，我得赶紧去宗务堂申请下山令牌，也该找找我那可能还在山下的凡俗世界里等我的未婚妻了。这份善缘算是结下了，还意外得知了魔染妖丹的线索，收获颇丰。赤剑峰风景虽好，
还是比不上萧杂处那座能让我安身立命的垃圾山。这不是那位丹火仙子张灵吗？她怎么会在赤剑峰？张灵师姐，跟我走！姐姐，你这是要干啥啊？我一个杂役弟子，不卖身的啊！进去，快点！原来是这位大小姐的丹房又炸了，看来她是等不及7天一次的清理了。看来这次比上次还严重。一个2阶天才比赛陆羽，陆羽丹，这种温和的2阶丹药，师姐是怎么把它炼炸的？不过1颗废丹就能转化50点，这也太高了啊！350点金值到手。点金值余额，这比直接得到灵石还爽。等等，师姐还有什么吩咐？你愿不愿意到我手下帮忙？我看你干活还挺利索的，以后你就不用去萧杂处了，专门负责给我清理丹房。我这里活计不多，大部分时间你都可以自己安排。只要你答应，我每个月可以给你3颗凝气丹作为报酬。凝气丹1个月就是30块下品灵石，但是离开萧杂处，那里才是我点金值的根本来源。多谢师姐厚爱，能得师姐看中是师弟的荣幸。只是师弟在萧杂处待惯了，也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不过师姐请放心，以后您这里若是有任何需要，只要派人传个话，师弟保证随叫随到，绝不推辞。你说什么？你要拒绝我？师弟不敢，只是……哼，我明白了，你是不想来，是怕死在我这丹房里，对不对？师姐，若是没有别的事情，师弟就先告退了。站住！好啊，既然你不想来，既然你这么怕死，那以后我就天天炸炉，然后天天找你过来，我倒要看看你来还是不来。哼，我不想再见到你。天天炸炉，天天找我，这什么脑回路啊？还是这里让我安心。周野，玄哥，你可算回来了，出事了！怎么了？就在今天上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个内门弟子来了咱们杂医院，那个内门弟子指名点姓说要见见你，对方叫什么？我离得远，没听太清。不过周围的师兄弟们都在议论，似乎是叫赵龙来着。赵龙，这家伙是脑子有包吗？先前派2个断体境弟子杀我未果，现如今又亲自上门，除非在赵龙背后还有一个地位更高的人，甚至是真传弟子。算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实力才是硬道理。轩哥，那赵龙咱想办法躲一躲，内门弟子咱们惹不起啊。躲没必要。周野，你想不想让你的资质更上一层楼？轩哥，你的意思是？我自有我的办法，但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些事情。关于我的一切，你必须烂在肚子里，若是泄露半个字，后果你应该明白。玄哥放心，周野的命是您救的，从今往后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绝不敢有二心，更不敢泄露半句。很好，从今天起，你在萧杂处劳作时多帮我留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废丹、残破法器、破碎灵气、被污染的材料，简单来说，就是那些看起来危险、没人敢碰的垃圾，偷偷收集起来，藏好告诉我。是，玄哥，我明白了，这就去。这3天倒是风平浪静，当务之急是冲击炼气境。系统果然逆天，5颗完整聚气丹足够了。断体8层破，断体9层再破，这就是断体9层巅峰吗？只差临门一脚。4行废灵根终究是硬伤，灵气入体即散，照这个速度，恐怕要卡上半年。半年太久，夜长梦多，必须想别的办法。点金值又破1000了，正好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检测到未知残片，蕴含残缺沼泽，是否消耗一切金值进行点化？什么？这怎么可能？系统点化此物。这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脑袋要炸了！毕竟活了2世，这点冲击休想压垮我！这是识海，我才断体境，怎么肯定出炼气境后才有的识海？这经文就是那绿铜碎片变的，完全看不懂啊！虽然看不懂内容，但我的神魂被它滋养壮大了。
有了这强大的神魂，即便资质差些，这仙途我也未必不能争一争。精神疲惫到了极点，但思维却是前所未有的清晰。这种入微的掌控力，换做以前，绝不可能如此轻松。力量本身没有增长，依旧是锻体9层的2000斤，但是身体的协调性完全变了。如果以前是粗糙的机器，现在每一个齿轮都完美啮合。如果神魂能通过那本经文一直壮大下去，施法顺发，如臂使指，这些都不再是奢望。这绿铜碎片是至宝，等攒够1000点金值，立刻点化它。玄哥，你在里面吗？我在，进来吧。玄哥，我今天在萧达处捡到了一个很古怪的东西。古怪的东西？你之前让我留意没人要的垃圾，我这2天在深处翻找，意外发现了一批被废弃的药材。奇怪的是，那些药材看起来根本没坏。药材？咱们萧达处怎么会有药源的废料？是很少见。药源那是丹峰师兄们的心头肉，平日里极少有废料。可这2天不知怎么了，送来好多我没见过的东西。灵米，玄哥，这不是灵米。如果是真的灵米，药源那边早就供起来了，怎么可能当垃圾扔给咱们？确实不对劲，灵气狂躁不稳定，凡物的根基根本承载不了，这是人为催生的失败品。系统扫描此物，检测到灵化变异水稻失败品，可携手转化为炼金品，单粒转化日0.01到0.03，一粒有0.01到0.03点。虽然少，但这东西，这种思路，难道宗门里还有别的穿越者？应该是他。当初为了讨好柳如烟，我跟他讲过杂交水稻。周爷，你刚才说这是一批废料多吗？多啊！我发现的时候，好几个大麻袋堆在一个坑里，估摸着得有2、3车那么多吧。2、3车，这要是全转化了，别说冲击炼气境，提升灵根都够1大半了。这是一座金矿，在什么地方？快带我去！玄哥，你先别急。那地方有点邪门。邪门？怎么回事？那些米倒是没事，但是麻袋旁边扔了很多培育失败的废弃植物。我今天想过去捡米的时候，靠得近了点，那些植物会动，有一株藤蔓像蛇一样弹起来抽我，还有长得像花一样的，张开嘴想要咬人。怕什么？有我在，带路。好的，玄哥，但是千万要小心。这边走，越往里越危险。玄哥，就在那里。玄哥，我们就在这儿看看就行了，别靠太近。玄哥，小心！哼，有意思。还想跟我较劲？给我出来！玄哥，玄哥，这是什么妖怪啊？扫描。检测到特殊变异体，满足灵化条件，可进行儿子定向变异。是否下好100点金值，对嗜血荆棘进行点化。从今天起，你就跟着我吧。必须要想个办法，彻底控制住他，否则根本无法带在身边。有秘法能够强行在妖兽的神魂中种下禁制，使其俯首贴耳，供人驱使。可那种地方远在天边，我上哪儿学去？那是什么？契约？这古镜竟然还能提供这种手段！给我老实点！终于解决了。轩哥，你这是把他给……刚才那可是吃人的怪物，怎么在你手里这就跟被驯服的狗一样？没什么，小手段而已，以后就叫你小花吧。至于这里其他的歪瓜裂枣，都没你强，我也懒得留了。留着也是祸害，清理干净最好。玄哥，那些米怎么办？当然是全部都要，这些米是失败品，常人吃了会爆体，但我有用，你记住，千万不要误食。收。这是一枚聚气丹，你拿着。谢谢玄哥，玄哥你绝对有天大的机缘，我以后一定誓死追随。从今天起，这里就是你的家，也是我的第一道防线。饿了也是，你叫嗜血荆棘，光吃土肯定不行，你是想吃肉？以我现在的断体9层修为，来这种地方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嘿，你个小东西还挑食！消耗0.1点金值，点化它。好了，这次是高品质灵肉，总该吃了吧？还不够，看来你馋的不是味道，是灵气。今晚我就让你吃个饱。系统，给我继续点化。果然不一样，你这家伙动作倒是快，吃得好长得就是快。
看来以后得去云来坊买妖兽血肉养你了。想起那一袋一袋的点金，真是让人激动。啊，吸收几千斤米，要是全部转化，1万点金值绝对只多不少。直接转化固然好，但如果用点金值对这东西进行点化呢？系统，点化它们。果然，好东西，这绝对是好东西。灵米的效果竟远胜聚气丹，这一下是真的赚到了。有了这批灵米，冲击炼气境的资源彻底够了。周旋，他怎么会来这里？我真没想到你居然会沦落到吃这种东西。这米里蕴含的灵气狂暴无比，凡人吃了会爆体而亡，修士吃了也会损伤经脉，留下难以根除的道伤。你吃了正好，也不用我动手了。你为了能留下来，还真的是死皮赖脸，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了。你为何不回答我的问题？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你搞出来的吧？不错，是我做的。我承认你确实有些凡俗的奇思妙想，这种投机取巧的手段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小道，他失败了，不是吗？你来这里到底有什么事？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想你也不希望自己出现在萧杂处和我这个废物站在一起的画面被别人看到吧？我来是想问你一件事，你为什么一定要留在灵剑阁，留在修仙界？你在凡俗世界的产业足以让你成为一个小国的无冕之王，为什么非要留在这里，过这种猪狗不如、不人不鬼的日子？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所以你大驾光临，屈尊来到这垃圾堆，就是为了劝我滚蛋。从你当初做出选择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就结束了。所以何必在这里自欺欺人，假惺惺的演这出戏呢？你不累，我还嫌恶心。你好，很好，周旋，你真是长本事了。既然你想死，我也不拦着你。什么意思？他接下来肯定会有所动作。既然你想死，我也不拦着你。什么意思？难道他想找人来废了我？在杂医院这种地方死个把人，简直比死条狗还平常。轩哥，我又找到了10袋毒米，不过好像后面就没有了，我又找了好久。做得好，轩哥，全都搬回来了，辛苦了。不辛苦，为玄哥办事应该的。系统转化，这力量太恐怖了。转化成功。系统点化这个稻子里的米。啊，灵米，这绝对是灵米啊！给你的，你这次功劳不小，这是你应得的奖赏。这怎么行？我拿着。我说话不喜欢重复第2遍，以后好好给我办事，好处少不了你的。轩哥，大恩不言谢，从今往后，我周野的命就是你的。起来吧，别让人看见了。轩哥，您歇着，我先回去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胡萝卜，远比一个虚无缥缈的承诺更能让驴子卖力拉磨。小花，帮我守着，有任何人靠近，立刻提醒我。这灵气太诱人了，不能再犹豫了。灵米，我来了。磅礴灵气破体而出，暖流冲刷，经脉舒畅。还不够，继续。引气诀不行，引气诀已经没用了。再来一次，灵气气聚，冲击壁垒。不，这是什么？你要走什么样的路？问心关爱。柳如烟的威胁，一剑斩之；王总管的刁难，一剑斩之。一剑斩之，何等快意，何等潇洒！然而，我做不到。无论是前世为了生存奔波，还是今生为了活下去而挣扎，我的人生信条里从来没有无敌和横扫。我习惯隐忍，习惯算计，
习惯在阴影中积蓄力量，像剑修那样锋芒毕露，赌上一往无前的锋锐。那不是我不是剑。可如果不是剑修，那自己该走什么路？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我的起点都低得可怜。我就像悬崖峭壁上的一株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就是他们的道。剑能斩断一棵草，但能斩断一片草原吗？能斩断地底深处生生不息的根系吗？自己就是那株草，于百死之中求那一线生机，不断向下扎根，汲取养分，这就是我的道。我的进化从亿万颗种子，疯狂渗透进坚硬的丹田壁垒。自然之道，被动吸取，这才是真正的修士。炼气境成，这就是法力。终于摆脱了凡人的桎梏，真正踏上了修仙之路。杂医院有人突破炼气了。杂医院这种废地，怎么可能有人自行突破？这小子身上必然藏着秘密，藏着机遇，想偷偷摸摸吃毒食，没那么容易。糟了，王总管那个贪婪的胖子肯定察觉了，必须立刻隐藏。灵力注入，波动扩散。奇怪，灵气波动的源头明明就在这附近，难道是我感觉错了？这废物睡得跟死猪一样，体内毫无灵气，也是，他怎么可能突破？原来是有人炼废丹炸了，真晦气。不对，如果真的有人突破，为什么要隐藏？除非他身上的秘密比成为外门弟子更重要。好小子，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哼，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这条泥鳅自己把头伸出来。被盯上了，这个贪得无厌的胖子不能留。想要安稳修炼，必须先拔掉这根钉子。杂医院考核今天正式开始，不过今年的考核有点不一样，今年新增比武环节，凡是修为达到锻体7层以上的都可以上台。前10名奖励聚气丹，第1名奖励3颗聚气丹，且表现优异者有机会被举荐成为外门弟子。聚气丹还能进外门，拼了，老子死也要争！我看你还能藏到什么时候？他在逼我暴露。既然如此，这个家伙不能留。都他妈给老子排好队，一个一个来，规矩都懂了吧？锻体7层以上的才有资格参加下午的比武，锻体5层以下的自己滚到那边墙角站着去，考核完了就收拾包袱滚蛋。哈！锻体5层合格，下一个。不合格。废物，连锻体3层都不到，滚到那边去。王总管，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没发挥出来，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机会？灵剑阁不是善堂，养了你这么多年，连锻体5层都到不了，拖走！放开我！宗门之所以为宗门，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因为它掌握着庇护。没有庇护的散修，命如草芥。下一个，周旋。嘿，终于轮到咱们杂医院的名人了。倒数第一这名头，他可是做了好几年。你们猜他这次能打出锻体几层？我猜1层。听说他3个月前连1层都没稳固，哈哈哈哈，那可就有好戏看了。看他那样子，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我也想全力爆发，但柳如烟的威胁、王总管的监视都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锻体5层这个刚好合格的成绩，就是最好的伪装。怎么可能？我眼花了吗？周旋？假的吧？这傀儡是不是坏了？1个月前把李二狗追着打。作弊，他一定是作弊了！查他，王总管，一定要查他！这家伙肯定藏了大力符或者吃了禁药，对，肯定是作弊，这不公平！大力符那种垃圾符箓根本模拟不出这种气血劲道。禁药，他面色红润，气息沉稳，哪有副作用的样子？这小子绝对是有奇遇。短短几个月从废物到锻体5层，这是什么惊天宝贝？只要弄到手，我就能结单，摆脱这个垃圾场。都他妈给老子闭嘴！一个个的自己是废物，就以为别人也跟你们一样是废物。测试结果，锻体5层合格，他通过了。而且老子今天心情好，决定破格让他参加下午的比试。什么？一个锻体5层的去参加锻体7层以上的比武，这不是把脸伸过去让人打吗？你们懂个屁！周旋是什么灵根？是咱们灵剑阁万中无一的5行废灵根。这种灵根的修炼难度比你们这些垃圾灵根要高出10倍不止。他能以5行废灵根之身，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修炼到锻体5层，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他的意志、他的心性、他付出的努力远超你们所有人。像他这样的人，
其真正的战斗力岂能用简单的境界来衡量？以老子看，他的实战能力至少也相当于断体7层。这个老狐狸分明是想在比试中用那些高手来试探我的底细，逼迫我拿出真正的实力。罢了，到时候直接认输就是。修仙界一个狗字才是生存的真谛。这简直是白送的晋级名额啊！谁抽到他，谁就等于轮空，把我当软柿子。本来打算认输，现在忽然觉得狠狠抽一抽这些家伙的脸，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下一个，周野，哈，断体6层，合格。邪了门了，连这个药罐子都到断体6层了，难道他们有什么奇遇？那些家伙心狠手辣，你下午可千万不能上台啊！无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想看我就让他看好了。可是那老东西一看就没安好心。我明白，我进步太快，被他这种贪婪成性的家伙盯上是迟早的事，躲是躲不掉的。若让他们知道我已是炼气境，恐怕杂医院都要掀翻吧。但在没有足够实力前，张扬就是自掘坟墓。小子，老子的耐心是有限的，把你身上的秘密1五1十的交出来，否则下午的比试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别怀疑老子的话，在杂医院，我想让一个人消失，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系统消耗点金值，不修复，而是以催化和伪装为目的进行点化。好一个定向异变！王总管，你不是想要机缘吗？我就给你一个能看到天文的机会。看来下午的比试，我得赢下几场才行。王总管，我知错了，我以后一定听话，不敢了。求您高抬贵手。第一场张柏对李全，第二场王秋对赵钱。你不行了！我赢了！下一场陈虎对周旋。哈哈哈！来了来了，好戏终于开场了！陈虎师兄，给我往死里打，别让他那么容易认输。对，打断他的手脚，让他知道，废物就算走了狗屎运，也还是个废物。陈虎师兄，只要你能把他打成残废，让他下半辈子躺在床上，兄弟我请你吃饭，算我一个，我也请，还有我。小子，你运气不错，能得到王总管的破格提拔，不过你的运气也就到此为止了。别怪师兄我心狠，要怪就怪你不该这么出风头。哼，只会躲吗？看他那怂样，刚才不是还挺能装的吗？快了快了，再有3招，他肯定就得趴下啊！我不能倒下啊！呼，坚持住啊！陈虎师兄在搞什么？放水吗？不可能，看他那架势，恨不得把周旋生吞活剥了，怎么可能放水？那这周旋怎么这么能扛？废物，你就只会躲吗？有种给我对一拳！我杀了你！咔！周旋上，装，继续给老子装，这是逆天的奇遇。我还能站起来，公子，您脸色惨白，无妨。侥幸，这绝对是侥幸。对，陈虎师兄就是太大意了，被这小子给耗光了力气，自己把自己累趴下，还能正好压断陈虎师兄的胳膊。妈的，这废物运气也太好了吧！玄哥，玄哥你怎么样？我们不比了，我们认输，你已经证明自己了。我没事。比试继续。第二轮第一场，谭磊对周旋。谭磊师兄，竟然是谭磊师兄！哈哈，这下周旋死定了。谭磊师兄可是断体8层的高手，就算他全盛时期都不是对手。谭磊师兄，干死他，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实力！加油！系统扫描他，单体芯片性破损可修复。能治，如果心性不错，可以收为己用。你认输吧，你现在的状况不可能再战了。上一场你赢得很侥幸，但那种运气不可能出现第2次。我不想伤你。不，我不能输，我还能打。既然如此，得罪了。磨磨蹭蹭的干什么？谭磊，你他妈是聋了吗？给老子动手！再不动手，老子就判你输！哎呀妈呀，别推我！哈哈哈哈，笑死我了！我看他不是靠实力，是靠运气，能把对手活活笑死。哎呦哎呦，别打了，我认！哎呦，痛死我了！不对劲，这根本不是运气，这是对战局的绝对掌控。这家伙在拿我当猴耍。既然你要演，我就陪你演到底。哎呦，慢点慢点，我喘口气先。够了，别装了，你的实力不止断体5层。哦，被你看出来了，我还以为能多玩一会儿呢。果然，这小子身上有大秘密。既然如此，就让我看看你的极限到底在哪里。纯粹的力量比拼，我竟然输了。
你的丹田想不想治好？你怎么知道？我能治好它，让你恢复真正的天赋。现在告诉我，这笔交易你做还是不做？我做。很好。来，此战周旋上。比武结束，去我茅屋等我。断体9层，断体9层，那股气势绝对是9层。轩哥，你太厉害了，我就知道你能行。王总管，他肯定作弊，上午才断体5层，现在怎么可能9层？肯定吃了禁药。宗门规定，比武考核不能隐藏实力吗？那你为什么要隐藏？你安的什么心？我为什么要隐藏实力？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好啊！如果我还是那个废物，就算你们自己是垃圾，心里也能找到安慰，因为不管你们多烂，总有一个比你们更烂的家伙被踩在脚下，这让你们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不是吗？可是现在，我告诉你们，我是强者。你们的心理支柱塌了，发现原来自己才是无可救药的垃圾，所以你们炸了，像被踩了尾巴的疯狗，除了狂吠，什么都不会。我将你们内心最阴暗、最龌龊的想法暴露在阳光之下。你胡说八道！你一个废物，怎么可能修炼这么快？你肯定是用了什么不干不净的手段，说不定是出卖了身体，抱上了哪个长老的大腿。我走，放肆！记住，在杂医院，在灵剑阁，在整个修仙界，拳头大就是规矩，实力强就是老大。从今天起，我不想再从你们嘴里听到废物2个字。还有，你一个断体5层的垃圾，见到我，该恭恭敬敬的叫一声周师兄。你们都听懂了吗？听懂了，周师兄，我们错了，周师兄，求周师兄饶命！哼！比试继续，断体8层好手们上场比试。我认输。轩哥，看戏，开始！你看他们2个，是不是比你之前还丑多了？轩哥，要不是你，我还是个老头子呢。这俩人也就20岁。不用着急，等以后你也能这么厉害，到时候我助你成筑基境。筑基？李逵，你输了。最后一战，周旋对张莽。我不是你的对手，我认输。这家伙怂了，不过连谭磊都被我一招扔飞，他是明智的。我不是他的对手，刚才他跟谭磊的那一战，我都看在眼里。谭磊在技巧上远胜于我，可他却被周师兄如此轻松写意的一招击败，我输得起。周师兄比我强。好，既然如此，我宣布本次杂医院考核比武最终获胜者是周旋。所有进入前10的弟子都上台来领取你们的奖励。周旋，你这次的表现让本总管大开眼界啊！这是你的奖励，第1名3颗聚气丹，希望你日后好生修炼，莫要辜负了宗门的培养。王总管，弟子有一个不情之请，弟子斗胆，想自己从这托盘上挑选3颗聚气丹，不知可否？当然可以，你是第1名，这是你应得的特权。系统消耗5点晶值，对这颗劣质聚气丹进行定向异变。王总管，有句话，小子不知当讲不当讲。总管大人想必也很好奇，小子为何能在短短数月之内有如此进境吧？不瞒总管，小子前些日子走了大运，机缘巧合之下得了2颗神妙无比的丹药，正是靠着其中1颗，小子才能脱胎换骨。那丹药药力霸道，每人一生只能服1颗。这颗神丹，小子不敢独享，特意献给总管大人，聊表小子的一片心意，全赖王总管这些年的提携与照顾。好精纯，好磅礴的灵气，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极品神丹？发了！不错，你很懂事，也很有前途，以后好好干。多谢总管栽培。王总管，请留步。还有事儿？总管大人，可否借一步说话？说吧，什么事儿？总管大人，小子不想去外门。不想去外门？这小子脑子被驴踢了！他搞出这么大阵仗，不就是为了这个名额吗？听我解释，小子不是不想，是不敢啊！小子这次能侥幸突破，全是靠那神丹硬催上来的。可以说，这辈子的潜力都被榨干了。我这5行废灵根的资质，进了外门也是垫底的废物，到时候修炼跟不上，资源抢不到。与其去外门当个凤尾，
还不如留在咱们杂医院。原来是这样，一个废物，就算走了狗屎运，格局也就这么大了。不过这样也好。你倒是想得明白。也罢，人各有志，本总管不会强求。这件事我会帮你压下去，就上报说你根基受损，不堪造就。不过下不为例。多谢总管大人成全。行了，以后好好干，本总管不会亏待你的。再见了，王总管。希望49天后你丹田焚毁、修为尽废的时候，还能笑得出来。玄哥，咱们快回去吧。我的丹田，你说能治好，要怎么治？先坐下，不要着急。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什么都给不了你，我现在身无长物，孑然一身。但是只要你能治好我的丹田，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从今往后，我谭磊为你做牛做马，绝无二话。你现在的命对我来说一文不值，我也不需要你为我做牛做马。我所做的一切都可以看作是一场投资。投资？没错，我投资的不是现在的你，而是未来的你。一个丹田完好、能够正常修炼的谭磊，他的价值远比现在这个断体8层的你要大得多，不是吗？我明白了，免费的才是最贵的。我这条命，我未来的道途，都压在你身上了。我谭磊今日在此立誓，自今日起，愿奉周旋为主，此生此世若有背叛，必遭万雷噬心，神魂俱灭。好了，坐吧。那我们何时开始？不急，修复你的丹田需要耗费巨大的代价和材料，我刚刚才有所消耗，需要准备一段时间。系统面板修复丹田竟然要5000点，只有让他始终抱有渴望和期待，这是一种掌控人心的手段。周师兄，不，玄哥，我明白了。我修为低微，可自幼长在修仙界，宗门内外的事比普通杂役清楚些。玄哥以后尽管问，我知无不言。好，那我以后就多问你了。你平日里是在何处做工？回玄哥，我是在灵善堂做事。灵善堂，顾名思义是给宗门提供食物的地方。是的，玄哥，灵善堂负责灵剑阁所有正式弟子的饮食。修士虽可辟谷，即便筑基境能久不进食，10天半月仍需食用含灵气的食物，补充肉身，调和灵力。那灵善堂里都供应些什么好东西？宗门供给种类颇丰，主食为灵米，另有灵气温和的灵兽肉食，如飞鹤鸡、碧波鸭、龙鲤鱼等，其灵气纯净温和，极易被修士吸收。这些灵兽都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价格如何？玄哥，你问到点子上了。这些灵兽是从山下那些专门的御兽宗门或者修仙家族那里批量采购的，其实并不算贵，很多时候甚至用凡俗界的金银都能够直接交易。您是想要用这玩意儿去凡俗界换钱吗？凡俗界换钱？是的，凡俗界的钱财可以用来交换资源。你说什么？这些灵兽用凡俗金银就能买到？是啊，不过这些开销宗门根本不放在心上，这就奇怪了。既然修士们视金银如粪土，那宗门为何还要费力掌控？玄哥，这您就有所不知了。宗门要的不是钱，是气运。气运这种东西听起来也太玄乎了，看不见摸不着，难道还能当饭吃不成？玄哥，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东西，它绝对是存在的，而且作用大到超乎想象。如果气运强盛，诞生天才地宝、灵根突重之人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就拿咱们灵剑阁来说，咱们宗门的天才数量在周边几个州里都算是数1数2的。就连咱们这些杂役弟子，终究是能感应到灵气，能够修行的。可您知道那些小地方吗？几百万人可能几10年都出不了一个能修行的，这就是气运强弱最直观的体现。根据天机阁的推算，一个宗门的兴衰与他所掌控的气运息息相关。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辉煌的宗门就是因为气运被夺，最终天才断代，灵脉枯竭，彻底烟消云散。我们不能再局限在个人修行。既然气运如此重要，那它应该是可以被观测到的吧？这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我只听说，只有那些修为通天的大能，或者修炼了某些特殊功法的人，才能窥见一丝气运的流向。行了，我知道了，今天辛苦你了，这些消息对我很有用，你先回去吧。灵善堂那边继续帮我盯着。是，玄哥。仙丹妙药便宜卖，法器飞剑，快来看看！天才地宝应有尽有，最新灵符刚出炉的。人主具万民之念，可改天命。国祚鼎盛，则气运，龙蛇起路。老丈，这些怎么卖？3块下品灵石，不还价。系统，点化这本书。起。修复完成，天玄异闻录终于可以一窥究竟了。一目十行，竟是如此震撼！
呼吸急促，心头剧震，比谭磊说的还要详细。书中记载，凡人成就伟业，凝聚气运，可改变命数。我如何进的灵剑阁？当年之事，竟被我忽略至今。原来是这样，那根本不是狗屎运，是我在凡俗界打拼出的滔天气运，硬生生为我改了命。下山，必须立刻想办法下山。看来这件事情还是要去找王总管谈谈啊。得了我的好处，想必他现在应该很好说话吧？那颗伪极品烈火焚元丹应该还好好的躺在他的储物袋里。这个老狐狸比想象中还要谨慎。小的周旋拜见王总管。起来吧。什么事儿？不是让你好好巩固修为吗？这才1天功夫就到处乱跑，成何体统？王总管，我今日前来是有要事相商。哦，什么大事？说来听听。总管大人明鉴，小的在进入宗门之前，于凡俗界侥幸置办下了一点宝产。小的经营的是一间书房，小的寻思着，与其让那些产业在凡俗界蒙尘，赚些不值钱的黄白之物，倒不如想办法将生意挪到咱们宗门山脚下的云来坊去。云来坊鱼龙混杂，往来的都是仙师，若是运作得当，想必定能赚取一些灵石。你小子倒是个懂事的，有这份心不错，想法是好的，但现在不行。杂役弟子私自下山，乃是门规大忌，就算是我也不好为你破这个例。况且你刚刚在大比中拔得头筹，风头正盛。那总管大人的意思是，不过嘛，你也不用着急，眼下正好有一件差事，你要是办好了，也算是一桩功劳。到时候我再为你运作下山之事，也就顺理成章了。还请总管大人明示。种田。种田？没错，就是种田。这怎么可能？还不是上面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搞出来的破事。前段时间药峰那边不知道在搞什么灵米培育的试验，结果全搞砸了，种出来的灵米一个个都跟疯了似的，灵气狂暴驳杂，根本不能吃。现在药园那边嫌那玩意儿有污染，会破坏他们的灵药田。周旋啊，我看你小子脑子活络，做事也稳重，这件事情干脆就全交给你来打理了。从今天起，新开的那座荒山就划归你管，上面所有杂役的调派、灵米的种植、看护，全都由你一人说了算。我明白，多谢王总管。荒山、变异灵米，全交给我打理。这哪里是烂摊子，这分明就是一座尚未开采的巨大金矿。总管大人，这万万不可啊！小的何德何能，敢接管一整座山头？哼，有什么不敢的？我说你行你就行，就这么定了。你小子要是连这点事儿都办不好，那以后也别提什么下山做生意的事儿了。是，小的明白了，多谢总管大人栽培，小的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绝不辜负您的期望。这是那座荒山的管事令牌，拿着滚吧，没事别整天在我眼前晃悠，老子看了就烦。多谢总管大人，小的一定不负所托。好，记住你的承诺。这他娘的也叫山头！前方应该就是了。这是什么破棚子？这窝棚里怎么空空如也？这些是变异灵米，灵气如此混乱。好一个王胖子，这是真把我当成光杆司令，发配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自生自灭来了。这不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吗？一个人都没有，最私密、最安全的基地。而这些灵米，我可以转化为数万点金值。周野，玄哥，你回来了，别坐着了，收拾东西，跟我走。玄哥，去哪儿啊？我们不是刚安顿下来吗？搬家，王总管抬举让我去管一座山头，当了个小管事，以后那地方就是咱们的了。赶紧的，把东西都带上。管事？玄哥，你当上管事了？真的吗？你真的当上管事了？当然是真的。太好了，真的太好了。这家伙长得也太快了。嘿，还来劲了是吧？让你挪个窝而已，给我老实点儿。行了，别闹脾气了。等到了咱们自己的地盘，好处少不了你的，到时候直接给你升级。周旋，又来干什么？不是让你去管那座破山了吗？怎么一天都待不住，想反悔了？不敢，不敢，总管大人误会了，小的是特地来感谢您的提携之恩的。
这是小的前些日子得的聚气丹，不成敬意，还望总管大人笑纳。你小子有心了，说吧，又有什么事儿？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还是为了那座荒山的事。总管大人你也看到了，那地方荒得不成样子，光靠小的实在是力不从心。您看能不能给小的派点人手？等宗门招收新弟子后，就划拨10个8个杂役给你。多谢王总管。不行，现在提升太快会被王胖子发现的，明天再说吧。系统消耗1万点金值，点化我的灵根。系统消耗100点金值，对小花进行异变。小花，待你成长到极致，便是我的护山神兽。开弓！开弓！水火灵力，助我开封！砰！这片土地总算开出来了，呼，终于可以歇口气了。此处山泉清澈见底，灵气氤氲，开渠引流，导灵气下行，水脉已通，顺势而下。这片土地滋润得很，开垦不易，需好好规划。4块条田，井井有条。让我看看，你们这些剧毒的玩意儿，究竟能长出个什么花样来？趁着夜色，速速下山。掌柜的，我要买些糙米，要那种没脱壳的，越原始越好。仙师，您要的都在这儿了，多谢。终于回来了，不能休息，必须分成2份，种在第3垄。种下去，希望能活。这些次品灵米种在第4垄，与凡俗稻谷地边混合撒入凡俗稻谷，平衡阴阳。这片田地是我亲手开垦的，1垄、2垄、3垄、4垄都已成型。今夜月明，荒山也显得宁静。变异灵米虽然灵气狂暴，但其根源依旧是灵米，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次品灵米是系统点化出来的，灵气纯净但产量极低，凡俗稻谷产量高但没有灵气。如果我能通过混种，让次品灵米将它那纯净的灵气以一种感染或者同化的方式传递灵力给高产的凡俗稻谷，数代之后稳定的培育出一种具备微弱灵气但能够高产的次级灵米。一旦成功，这荒山就是我的聚宝盆。站住！杂役院的人来阵风做什么？我有要事奉命而来，外门重地，岂容你胡乱闯入？信物为证，请速速放行。2位师兄，小弟是杂役院新任的荒山管事周旋，奉王总管之命，特来阵风申请一批开垦灵田所需的阵法材料和图纸。原来是周管事，令牌拿来，我等查看。确是本门信物，多谢2位。这都半个时辰了，怎么还没人来带我去办事？那个杂役，来这边。我需要开垦灵田所需的聚灵阵和催生阵的初级图纸，聚灵注意发所需的主材料，随便挖个坑，撒点种子不就得了？师兄说笑了，这次是宗门下达的任务，要我们研究变异灵米的种植，自然不能马虎。研究是大事，当然不能马虎。不过周管事，帮你办这事儿，总得有点跑路费吧？几位师兄，实不相瞒，小弟刚刚接手荒山，正是囊中羞涩之时。您看我一个杂役，所有的家当都拿去置办基本物资了，没零食，你跑阵风来装什么大尾巴狼？别以为当了个破管事了不起了，你那荒山能产出个屁！师兄们，小弟身上是真的没有油水可榨，不过小弟虽然不擅长修行，但修补法器倒是略有研究，或是需要清理的阵盘，小弟或许能帮上忙。哈哈哈，一个杂役要帮我们阵风修阵法？师姐，你们在吵什么？怎么连个杂役院的升级也办不好？赵青青师姐，不是我们不办，是她没规矩，空手来要材料。你懂得修补器具？回禀师姐，不敢说精通，但一些基础的修补，小弟还是可以胜任的。
那你来试试能否修复这枚玉佩。师姐，我来试试。这是我早年得到的一块迷踪阵玉，遇到危险时可以激活，用于困敌或脱身。在一次历练中受损，阵纹断裂，灵力不续，此物可有修复的可能。赵师姐，您这不是为难人吗？这可是迷踪阵玉，一道阵纹错，整个阵玉就废了。他一个种地的懂个屁！100点，这个价格完全在承受范围内。但这可是一个阵风人脉，此阵玉受损颇为严重，阵纹核心断了3处，灵力回路也已闭塞，修复极难。切，一个杂役，装什么装？他要是能修好这阵玉，我把头拧下来给你当夜壶。不过也并非全无可能，只是过程繁琐，需要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不能有丝毫打扰，而且需要耗费不少心神，短时间内绝无可能完成。好，我相信你一次。刘师弟，赵师姐有何吩咐？周管事申请的聚灵阵、催生阵图纸以及灵金沙、金铁木等基础材料。赵师姐，这不合规矩啊！我的话就是规矩，还是说你们想让执事堂的师叔来评判一下？不敢，我们这就去办，还愣着干什么？快去给周管事拿材料！妈的，修仙界也他娘的搞官僚主义这一套，办点屁事也得看人下菜。今天总算是遇到个能治他们的了。你修不好那块阵玉，对吗？师姐慧眼，小弟确实没有十足的把握，只是想尽力一试。不用试了，我给你那块阵玉，并非真的要你修复，只是给你一个台阶，也给我一个帮你说话的理由。在宗门，想办成任何事都需要等价交换。他们想从你身上榨取油水，而你一无所有。你抛出修补阵法这个诱饵，展现了你的潜在价值，我便借此为你行个方便。你拿了材料，欠我一个人情，日后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便要还。多谢师姐指点，这个人情周旋记下了。修仙种田，阵法先行。36个节点，12根金铁木，最后是4角阵旗，这就齐活了。齐！聚灵阵成，催生阵齐。A few moments later， 不错，确实有效果。1个半月到2个月能成熟一批，但是太慢了，实在是太慢了。我都修仙了，还用得着像个凡俗老农一样苦等收成？系统，给我分析眼前的催生阵，强化它需要多少点金值？消耗1000点金值，催生阵开始强化。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强化！这动静简直像活过来了一样，效率提升1倍，1月1手，这哪里是种田，这是在印灵米，哈哈哈，太好了！问题根本不在于阵，而在于玉。一群蠢货用薄皮瓷碗盛铁水，怎么可能修得好？系统，消耗100点金值，给我点化这块阵玉。很好，成了。送回去。不，赵青青帮我是交易，但这东西现在是我的保命底牌，在这个吃人的宗门，握在手里的力量才是真的。这玩意儿我留下了。人情终究是虚的，只有握在自己手里的底牌才是实的。赵青青这个人情我记下了，等将来实力通天，随手炼制180个阵玉时再10倍奉还。至于现在，我是个在刀尖跳舞的杂役管事，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积少成多，虽然不如在萧杂处爆发，却胜在稳定安全。出什么事儿了？慌张成这个样子？死了！王总管他死了！玄哥，您是没看到那场面？就在今天早上，王总管那个老狗在外门执事堂那边，当着好几个执事的面冲击金丹镜，然后他就炸了。炸了？对，就是炸了。他刚刚运功，全身的灵气就暴走了，整个人像个被吹到极致的皮球，皮肤下面全是血红色的光。他发出了惨叫，然后砰的一声，整个人就炸成了一团血雾，血肉混着骨头渣子。那几个离得近的执事被淋了一头一脸，到现在我胃里还翻江倒海。玄哥，他死得好惨，可我心里痛快啊！那条老狗这些年欺压我们，把我们当猪狗一样使唤，就该这么死，死无全尸，神魂俱灭。王总管那个蠢货，到死都不知道那是催命保丹的反噬。行了，一条疯狗而已，死了就死了，这些事儿你听听就好，跟我们没关系，好好干你自己的活儿。玄哥，玄哥，拿着吧，你办事我放心，这是你应得的，回去吧，别让人发现了。多谢玄哥。经过催生阵日夜不停的滋养，景象已经翻天覆地。这些变异灵米充满了狂暴的生命力。时候到了，
自然生长太慢，我没那么多时间等。差不多也该开始授粉了。对于凡人是听天由命，对我而言，提取花粉不过举手之劳。考试，雄蕊强壮，代表无法自我繁殖。我的杂交试验可控性提升到了极致。第一组实验，凡俗稻谷为副本，强悍变异灵米为母本。我就是造物主，精确决定谁是父母。第二组实验，变异灵米为副本，凡俗稻谷为母本。就像狮虎兽与虎狮兽，母体基因至关重要。我要验证究竟是母体优化基因，还是副本注入狂暴。这将是我梁氏帝国的基石。接下来就是等待了。一直待在荒山，人都快发霉了，也该去找张灵收一批废丹，还有画符的材料。保命底牌虽好，却是消耗品，符如才是见效最快的手段。山下，我只是那个谁都可以踩一脚的杂役。周管事好。有点不对劲。玄哥，院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我看大家的样子都有些奇怪。玄哥，您察觉到了，确实出事了。自从王总管高升之后，上面一直没派新的总管下来。这几天几个老牌管事斗得厉害，都想着争那个位置。结果今天上面突然传下话来，说杂役院要进行改制。改制？是啊，具体怎么改还没说，就说要制定一些新的规矩。听说以后杂役院的管理不再是一个总管说了算，要成立什么管理处，由好几个管事共同负责。这些事我们静观其变就好。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玄哥，您吩咐。你回去告诉消杂处那些人，以后不光是你有，只要他们能找到一些有用的废料，比如丹渣、炼器边角料之类的，都可以直接送到我这里来。我不会让他们白干。等过段时间，我的山头有了产出，我会拿出一些东西跟他们交换。玄哥，您这是要收那些垃圾？你不用管我拿来做什么，你只要告诉他们，用那些他们本就要冒着风险处理掉的垃圾，能在我这里换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用这些宗门看不上的次级灵米为杂役们补充气血，所有杂役都会成为我的下线，点金值也将源源不断。我明白了，玄哥，我这就去办。我也该去一趟云来坊了。老板，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多店铺都关门了？您还不知道啊？宗门这是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了。改革？是啊，您是不知道，这阵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听说是新晋的圣女柳如烟提出来的。柳如烟？这女人要做什么？怎么哪里都有她？学了一点皮毛就到处摆弄？难道那家伙不会是把我当时胡说八道的东西当成什么治世良策，拿去糊弄宗主了吧？来，这是你要的符纸朱砂。多谢老板告知。这哪里是改革，这分明是斩断了无数底层修士最后的生路。别偷懒，快点干！不对，这样也会断了我的创收。对啊，谁说开店就一定要卖那些高大上的东西？那些东西自己有的是渠道可以获得，而且品质更好，我完全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别人都想着做人上人的生意，那自己为什么不能把地底下阴沟里的生意做到极致，开个店专门回收那些别人不要的垃圾？可行，这简直太可行了！一个店铺将成为我最稳定、最庞大的点金值提款机，大隐隐于市。还有比开一家废品回收站更完美的隐吗？这个店必须开，而且要尽快开。柳如烟那个蠢女人，自以为斩断了我的小路，却不知这一刀反而让我看到了通天大道。饭要一口一口吃，开店需要启动资金和货源。张灵那个炸炉狂魔，恐怕丹房里的废丹又堆积如山了吧？上次拒绝了张灵，那女人肯定不高兴。以她天真执拗的性子，这次空手去可不行，得带点能送到她心坎里的礼物。送丹药是打脸，送丹炉又买不起，送钱太俗。张灵满脑子只有炼丹，看来只能在丹道知识上做文章了。万金阁果然别有洞天，希望在这里能找到我想要的东西。你看那个杂役，竟然跑去翻丹道杂学，他看得懂吗？
真是异想丹道天开。杂谈虽然内容杂乱，但这古老字体里隐藏的随笔札记倒是个绝佳的素材。这破玩意儿2块下品灵石，爱买不买，我们万金阁从不还价。小李，1块灵石卖给这位小哥吧，那东西放了10几年也没人要。是，掌柜的。1块下品灵石给你，穷鬼还装清高，拿本垃圾当宝贝。呸！听说了吗？丹峰那位爆炸仙子昨天又炸了，听说连最基础的运气丹都能炸掉20个运气丹都能炸成这样，张灵这天赋也算前无古人了。系统，出来干活了。系统，点化这本书需要多少金值？我要让它彻底蜕变。检测到残缺载体，可优化不前，预计消耗100点金值，请确认操作。确认点化，100点金值虽然贵，但只要能换来张灵的好感，这笔投资就稳赚不赔。古法丹经，这气息远超一般的丹道书。要是这东西送出去，张灵还炸炉，那我就真没辙了。这哪里是炼丹房，分明是刚打过仗的雷区。张灵这破坏力果然又精进了。别敲了，张师姐下山接朋友了。你是来打扫的吧？自己进去就行，注意安全，别被余波炸飞了。张灵不在最好，正方便我大干一场。系统，扫描全场，我要把这里所有的能量都榨干。警告！检测到气味极否稳定，随时可能爆炸的未完成品，请核物李修主立即处理。别人眼里是雷，在我眼里是钱，全部转化，一个渣子都不要留下。1150点，再加上这些零散的丹渣，这波赚了4000多点。离10万点虽然远，但总算是跨出了一大步。而且为了开店的计划，这笔钱恐怕很快就要全部投进去，用来点化一些低级货品，作为店铺开张的商品。不想那么多了。虽然废丹已经被收刮干净，但表面工作还是要做好的。先动手打扫一下这个一片狼藉的炼丹房吧。这丹炉可真够沉的。张师姐平日里炸炉的威力确实是小，得先把它归位才行。这些破碎的桌椅残骸堆到这里就好，省得挡路。等会儿一并处理掉。用这清洁法术扫一遍，倒是省了不少力气。这地上的灰垢总算是一扫而空了，很快就收拾得干干净净了。这下看起来总算像个能炼丹的地方，而不是废墟了。打扫完工，看来时间掐得刚刚好。不过外面声音似乎是张师姐。哎呀，清月，我跟你说，我那个炼丹房又小又破，前几天又不小心炸了几次，里面乱糟糟的，根本没什么好玩的，里面实在太乱了。咱们还是去别的地方逛逛吧。我知道那边有个景致更好的凉亭。张师姐的声音听起来很心虚啊，看来是带了客人过来。我现在的动作得停一下，不能贸然冲撞。灵儿，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我只是好奇，能让你如此痴迷的炼丹之所究竟是什么样子？就算里面再乱，我也想亲眼看一看。你就别拦着我了，我不会笑话你的。可是那里面真的没法看啊，我是怕吓着你。哎呀，你别拉我，慢点走。躲是躲不过去了，索性大方一点出去，正好看看这位清月是何许人也。希望我的打扫能派上用场。弟子周旋在此向张师姐及这位仙子问好。周旋，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不是让你怎么从我的炼丹房里出来了？这还是我的炼丹房吗？怎么变得这么干净整齐了？我原本以为会看到一片废墟呢。这位便是你常提起的杂役管事吗？看起来倒是个勤勉的人，这房间确实被他收拾得很利落。周旋见过仙子，张师姐，我是特意过来给您打扫炼丹房的，见门没关便先行动手了。顺便，我也是专门来给您道歉的，希望师姐莫要怪罪我不请自来。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吗？为何要专门跑这一趟？上次您邀请我，我却不识抬举，事后想来实在惭愧。今日特地过来，除了打扫，也是想为那日的无礼向您赔罪。我知道师姐痴迷丹道，这本古法丹经是我偶然间所得，或许能对师姐有些许帮助，还望师姐不要嫌弃，收下我这份赔礼。这本丹经你是从何处得到的？我竟能在其中感受到极为醇厚古老的道韵，这绝对是出自某位丹道大师之手。道韵，丹道大师。道韵，这东西怎么可能出现在一个杂役手里？失算了，早知道怎么值钱，我送什么不好。这位师姐，您在说什么？张灵，这丹经你必须收下。周旋，我炼丹术未精，恐怕难以领悟。不必多言，拿着。那好吧，这位师弟，你不用紧张，我只是想请问，你这本丹经究竟是从何人手中所得？那位前辈高人，如今又在何处？高人，总不能说是我花了100点金值，从一个叫系统的高人那里买来的吧？师姐，您真的误会了，没什么高人，这书就是我在山下的云来坊的万金阁那里买来的。我看它封面挺旧的，以为是什么古籍，就花了几块灵石买了下来，想着或许张师姐能用得上。云来坊？是啊，就是云来坊。行了行了，管他哪里来的，
算你小子有心了，没想到你这小杂役运气倒是不错，随便买本地摊货都能被清月看上眼。是，我运气好，我的运气那都是拿命换来的，您的运气那叫天经地义。只要师姐能消气，不再怪罪我那日的无礼，我就心满意足了。炸吧，尽情的炸吧，丹火仙子，你炸的越多，我薅的羊毛就越多。张师姐，既然炼丹房已经打扫干净，您的赔礼也已送到，若是没有其他吩咐，我就先告退了。师弟，请留步。师姐还有什么吩咐？我总觉得师弟并非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或许你身上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机缘。师弟，有没有兴趣随我一同离开灵剑阁，去天机阁看一看？不是哥们儿，这剧情发展是不是有点太快了？怎么就要被人拐跑了？清月，你这么说，是看出来什么了？小子，你可知道我这位清月姐姐是什么人？她可不是我们灵剑阁的弟子，我这位师姐是天玄大陆10大宗门圣地之一天机阁的弟子。天机阁最善观气运。灵儿，你别吓到这位师弟，我只不过是凭着直觉做出一些猜测而已，并非真的看到了什么。我叫张清月，与灵儿算是有一些远房亲戚的关系，所以才能随意进入你们灵剑阁的内门，你不用太过拘谨。天机阁弟子的直觉，那能叫直觉吗？那叫专业。不过师弟，你确实让我非常好奇，不知道你是否愿意让我用天机阁的秘法试着窥你一窥？我动不了了，完了，系统要暴露了！我的头清月，一定是你这小子搞的鬼！你到底对清月做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啊，我就是站在这里动都没动一下。灵儿，不关他的事。师弟，我刚才在你的身上看到了一些非常特殊的东西，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那非同寻常的气运，或许就是因为它而带来的。那东西给我的感觉非常古老，古老到不属于这个时代。我猜测那件东西可能和传说中的上古圣地有关，它很可能是一件来自黄金岁月的东西。黄金岁月，黄金岁月是天机阁对上个修行盛世的称数，具体年月无人知晓，或许10万年，或许100万年，甚至更为久远。但我们现在所崛起的这些圣地，我们所修行的功法，我们所使用的法宝，大多数的源头都和那个时代有关。那时代灵气浓郁，天才地宝遍地，中层宗门皆有真仙坐镇，顶级圣地更有仙王、仙帝现世。而那些顶级的宗门圣地当中，更是存在着传说中的仙王，甚至是仙帝。那是一个属于神明的时代。那后来呢？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许是一场波及诸天的浩劫，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在某一个阶段之后，那个辉煌到极致的时代突然就落幕了。无数强大的传承一夜之间消失不见，充沛的灵气开始枯竭，甚至连天道都变得残缺破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在那片废墟之上重新建立起来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很多强大传承，其实都是从那些黄金岁月遗留下来的古物之中侥幸获得的。师姐，你说的这些，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不过你说的那个东西，我好像点印象。那你仔细想想，到底记起了什么？我再想想，就是前段时间我在咱们杂役弟子的消杂处打扫卫生的时候，无意间从一堆废铜烂铁里捡到了一个小铜片，当时我也没在意，就随手揣兜里了。结果后来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小铜片就突然发光发热，然后嗖的一下就钻进我脑子里了。你这机缘，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气运吧。师弟，你一定要好好参悟你脑中的那件东西，那绝对是一桩天大的造化。如果你能够获得它完整的传承，说不定在未来，你能够凭借它，在这个时代再开辟出一个如同我们灵剑阁、天机阁这样的圣地出来。但是周玄师弟，你一定要记住我接下来的话，关于这件东西的任何信息，从今天起，你绝对不能对除我们2人之外的任何人提起，一个字都不能说。一旦遇到那些居心叵测之人，他们有无数种方法可以让你生不如死，然后将你身上的宝物据为己有。到那个时候，你肯定会很惨。我明白，师姐，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小心再小心。那个张师姐，清月师姐真的没事了吗？我真的什么都不用做，比如赔点医药费什么的。赔？你怎么赔？清月窥探天机，遭受反噬，这是他自己道行不够，与你何干？周师弟，记住我的话，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与灵儿知，
再不可有第四人知道，明白吗？我明白，我一定守口如瓶。你还杵在这儿干嘛？赶紧滚，别在这里碍眼。好嘞，师姐保重。原来如此啊！对于这些来自黄金岁月的古物来说，根本就不是提升，而是修复，是还原。第一块那么残破，点化古书直接干废了天机阁的弟子，那这一块看起来比之前那个好得多，点化出来的东西岂不是要更牛逼？搏一搏，单车变摩托，1000点金值而已，洒水了。系统，给我点化它。青铜彩片已激活，它在震动，金光包裹，是在重复。化作小剑，搞什么飞机？我1000点金值啊，真金白银花出去，就给我弄了这么个玩意儿，这是剑吗？这怕不是跟青铜牙签吧？这么快，天机阁的人找上门来了。御剑飞行，这至少是内门弟子1级。内门弟子来这里干什么？执事在此。执事还是个御剑飞行的，他来我这荒山干嘛？总不能是张清月的事惊动了宗门高层吧？难道是为我这变异灵米来的？杂役弟子周旋，见过执事大人。你就是周旋？回大人的话，弟子正是。不知大人大驾光临，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周旋，王总管死了。死了？王总管他怎么会？前些日子我见他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修为大进，红光满面的。不清楚。宗门内的调查结果初步判定是修炼出了岔子，或是服食了某种禁药，导致灵力反噬爆体而亡。不过这些都与你无关。我这次来找你，不是为了他的事儿。那就好，吓死我了！我还以为王总管是出了什么意外，宗门要找我们这些杂役弟子问话呢。我这次来找你，不是为了他的事儿。我且问你，有人说你现在是整个杂医院里修为最高的弟子。回大人的话，弟子不才，前些日子侥幸突破，如今是断体9层巅峰的修为了。不过弟子这点道行实在是不值一提，我天赋也都被压榨干净了，此生是无望踏入炼气境了，只想在这杂医院里安安稳稳的种一辈子地。你想不想去外门已经不重要了，你想走也走不了了。从今日起，杂医院的旧有制度废除整改，宗门有令，所有30岁以下修为达到炼气境的杂役弟子全部自动晋升为外门弟子，至于剩下的所有杂役弟子将实行区域自治。整个杂医院将被重新划分为东南西北4大管区，由该区域内修为最高的弟子担任管事一职。你所在的这座荒山，连同山脚下的消杂处以及周边数里之地，都将划归为杂医院北区，而你将自动成为北区的管事。这是你的管事令牌，凭此令，你可以调动北区的所有杂役弟子，每月可领取10块下品灵石的俸禄。具体章程，令牌里有神石烙印。我这就成区域管事了，还有这好事掉我头上。现在整个消杂处，连带着这片荒山，都他娘的是我自己的地盘了。这可不是王大海许诺的临时工头，这是宗门正式任命的职位，有实权。更重要的是，每个月10块下品灵石，我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光明正大的做生意。消杂处这地方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聚宝盆，整个灵剑阁的废弃物，在别人眼里是垃圾，在我眼里全是金山。我完全可以打出一个招牌，高价回收各类损坏法器、报废灵具，用极少的灵石收购过来，再花费少量的点金值，把这些垃圾点化成全新的宝贝，转手一卖，嘿嘿。这个生意普天之下只有我一个人能做，别人的修复有极限，而我的系统是点石成金，是脱胎换骨，一条通往财富自由的金光大道已经在我面前缓缓铺开了。当务之急是先去杂医院的主事堂，把自己这个管事的身份给坐实了，顺便也看看另外那3个区的管事都是些什么货色。听说了吗？宗门要改制了，咱们杂医院要区域自治，对我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就等文书下达，进入外门大展身手。一个断体9层初期，2个断体9层中期，果然都是些老油条。哎呀，这位想必就是北区的周管事吧？久仰大名啊！周管事可算是来了，咱们哥几个可都在这儿等您半天了。周管事，您看这人员分配的事儿，咱们正商量呢，这不就等您来拿个主意吗？久仰大名，这几个老油条怕是早就把我的底细查了个底朝天。
这副嘴脸底下藏着什么？用屁股想都能想得出来。当时还纳闷，这种往上爬的机会，他们怎么会错过？现在全明白了，人家根本就瞧不上那点残羹剩饭。这几位爷早就把杂医院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垃圾堆里的大总管，这帮老王八是在这儿组团给我下套呢。周管事，您可真是年轻有为，修为又这么高，这北区在您的带领下，将来必定是咱们杂医院的一面旗帜啊！这人员分配还得周管事定夺。是啊，咱们3个都是大老粗。周管事，您先挑，您慧眼识珠，看上哪些精兵强将，直接开口。几位前辈，这可真是折煞我了。你们几位在杂医院里吃的盐，比我吃的米都多。论资历，论经验，我这个毛头小子哪能跟几位比？让3位前辈等我一个后辈，已经是天大的不敬了。这选人的事，自然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就请3位前辈先选吧。这小子还挺识相，居然这么干脆利落的就怂了。哎呀，周管事真是高风亮节，我等佩服。既然周管事如此谦让，那咱们哥几个可就却之不恭了。人？我要那么多人干嘛？最好一个人都没有，那漫山遍野的金山才真正是我一个人的。杂医院的都给我过来！李大牛、王小虎、张三丰，不仅瓜分了肥柴，现在还要把我茅坑里最后几块硬石头都给撬走。周管事，你看，这不就妥了吗？剩下的人归你北区，好好带着干。哼，我自有分寸。周管事，年轻人别想太多，咱们杂医院啊，水深着呢。你修为是不错，断体9层巅峰，在咱们这儿确实是独一份。但是别忘了，断体境终究只是断体境，在我们这地界，修为高那么1、2层，屁用没有。咱们啊，既然被分到了这个位置上，这辈子就别想着离开杂医院了，除非你能一口气冲到筑基境，否则就给老子乖乖在这里待到死吧，安分一点，对大家都好。所有元宵杂处的弟子听着，从今天开始，萧杂处暂时封了。你们所有人全部跟我去荒山，你们的新任务是开垦种田。今日起，你们自由了。多谢管事大人救命之恩，管事大人大恩大德，我等没齿难忘。都起来吧！谢管事大人。这怎么可能？我们竟被这小子耍了！哼，我们成小丑了。好了，人员分配完毕，各自带人回自己的区域吧。周管事，在下恳请加入您的麾下。既然如此，你就去负责荒山那边的种植吧。好的，我这就去办。待你为我种出足够的代价之后，我自会助你修复丹田。哈，多谢周管事。萧杂处那地方虽然危险，可里面有不少好东西啊。咱们真的要放弃这里，都去荒山上种田吗？玄哥，我们真的要放弃吗？谁说要放弃了？先不要急，荒山那边先让他们去开着。至于萧杂处那边的事情，迟早要交给你来办的。玄哥，为什么是我？因为我相信你能做到。玄哥，您说的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我信，玄哥说的我都信。玄哥您放心，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别说开荒种田了，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皱眼眉头都不会皱一下。大家一起上，砍倒这棵树。是。树倒了，大家听我指挥，速度再快点。是。屋子要建得结实，不能偷懒。明白。好样的。系统启动，扫描转化。有价值的废品已处理。啊，点金值余额。哎，你们看，周管事立了个什么牌子啊？废品回收，搞什么鬼？谁会把废品卖给咱们啊？弟子们的议论，我一概不理。我要为自己的计划赚取第一桶金。以我现在的水平，威力跟成功率都低得可怜。不过，我要的只是这个形。是，灵力、符纸、显灵。成本不到半块下品灵石的废品，转眼就变成标准符烛，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打坐修炼，画符，点化，成了。是时候去换成灵石了。云来坊整改，灵石的摊位都被取缔，只能去店铺了，倒也省事。客官想买点什么？卖东西，110张一阶下品符炉，你们收吗？收，当然收。礼物请。品质都还不错，很标准。
道友，我们店铺回收的话，价格是95块下品灵石100张，你这里110张，我给你算104块下品的灵石，你看如何？好吧，这价格比你摆摊低了2-3成，方便又快捷。可以，好，成交。好嘞。这些腐乳转手就能卖到120块以上，净赚10几块，不错的买卖。听说了吗？北区那个周旋在销杂处门口立了个牌子，叫废品回收，有意思。笑死我了，他以为他是谁？宗门的废品还需要他来回收？哼，不自量力。不仅如此，我还听说他把自己手下那100多号人全都扔到荒山去盖房子了，自己整天缩在销杂处里，不知道在鼓捣些什么。哼，真是个蠢货。我看啊，这小子就是个愣头青，修为高有什么用？脑子不好使。管他呢，一个傻子，正好省得我们费心对付了。这批腐乳是块下品灵石，云来坊人多，生意好做，要是一点。继续赚赚，灵石还会多。半个月收获颇丰，启动资金够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又到销杂处了，这些破烂真麻烦，跟以前一样，偷偷扔掉就行，希望没人看见。啊，废品回收，这销杂处什么时候改行做生意了？而且居然不臭了，还是进去看看吧。啊，这怎么可能？我一定是出现幻觉了。这他妈的是销杂处，我走错门了。哎呦，师兄是来处理废料的吧？来来来，师兄里边请。你是谁？这里不是销杂处吗？是啊，是销杂处没错。不过呢，从现在开始，这里也是废品回收站。李师兄，你真是有钱人啊！周师弟，你可别取笑我了，什么有钱人啊，我都快穷得揭不开锅了。实不相瞒，我练气的天赋实在是不行，入门快1年了，也就练出过2件，卖的灵石还不够材料钱的。这是我昨天刚练废的1炉材料。太好了啊！师兄，你这种生意正是我最需要的。像师兄你这样私下里送过来的，而且还有一定价值的废品，我可以直接用灵石回收。用灵石回收，你的意思是我手里这袋子练废了的垃圾，你愿意花钱买？当然，前提是得让我看看货，确定还有回收的价值才行。好，我带你去。师兄，这块剑胚虽然练废了，但用料还算扎实，里面的灵性也保留的不错。我收了，价格嘛，1块下品灵石。好，我卖。好，爽快，这不是梦。太好了。不瞒你说，在咱们宗门，像我这样天赋不高又没钱没背景的弟子可不在少数。我们这些人最怕的就是炼制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血本无归。你这个生意能做？师兄过奖了，我也只是混口饭吃，讨个生活而已。对了，师兄，以后要是有空，也可以常来我这儿转转。我这儿虽然收的是废品，但万一收到什么还能用的好东西，师兄你要是看得上，我肯定也便宜处理给你。好，价格嘛，绝对比外面方市里那些店铺要低得多。当真？当然当真。我周旋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个诚信，咱们打开门做买卖，童叟无欺。哈哈，那是自然。周师弟，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这生意绝对大有可为。你放心，我回去之后一定帮你好好宣传宣传。气风那边像我这样的师兄弟可不少，我保证以后你的生意绝对少不了。那师弟我就先在这里谢过师兄了，以后师兄来了，我给你打8折。好说好说。这些修仙界的修士对于所谓的二手货、残次品的接受程度，远比我想象中要高得多。实用才是唯一的标准，只要东西能用，价格便宜，哪怕是别人用过的，哪怕有点瑕疵，那都是可以接受的。废品回收大业，前景无限啊！完美。哎，你们听说了吗？销杂处现在换了个管事，居然收废品，就是咱们练废了的那些玩意儿，能换灵石。我昨天练废了1炉剑胚，本来都打算扔了，结果你猜怎么着？那位周师弟直接给了我1块下品灵石。真的假的？1块灵石，那不是白捡的吗？那可不，那位周师弟人可好了，热情的很，就是看着脑子好像不太灵光的样子。哈哈，就是，他还帮我搬东西呢，累得满头大汗。周师弟，听说你这儿收练废的法器，收半块灵石。好嘞。周师兄，我这儿有几张画废了的符纸，您看。哦，拿来我看看。没问题，算你20个灵砂。谢谢师兄。这哥们儿是真的有钱啊，这么多破烂，眼睛都眨一下就收了。嘘，小声点，
别让那冤大头听见了，不然明天不收了怎么办？没钱了，明天休息。这柄清风剑不错，剑身上还有流水纹，品相上佳。这面小圆盾也行，朴实无华，正好适合外门弟子。那些经过点化之后重新恢复了灵性的各种炼器材料、炼丹灵药，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到时候一边高价卖材料，一边低价收废品，这资金不就彻底盘活了吗？整顿之后效果这么立竿见影，不只是摆摊的不见了，连店铺都封了。这位师兄，请留步。何事？师兄，我云来法怎么几天不见就变成这副鬼样子了？还能是怎么了？拜那位高高在上的圣女殿下所赐呗。圣女柳如烟，她又搞什么幺蛾子了？可不是嘛，上次清了坊市地摊，本想整顿，结果大店生意反倒更差了。人家逛坊市就图个淘宝捡漏的乐，没了地摊，只剩几家贵的离谱的店，谁还来？然后呢？结果大店掌柜坐不住，反倒跟上面告状，说我们小店和地摊一样，或来路不明，搅乱市场。一夜之间，没官方背景的小店全被查封赶走了。这操作太逆天了，摆明了要在宗门搞上游垄断。开赌场的不想着做好服务，反倒怪同行抢客把人全砸了。多谢师兄解惑。唉，不说了，我那家小店也刚被封，正愁着以后怎么过活。吐槽归吐槽，东西还是要卖的。如今还在开门营业的，果然只剩下这些有背景的大店了。要买什么自己看。不买，卖东西。一阶下品法器，我们这儿统一回收价，10块下品灵石一件，20件，总共200块下品灵石。不看品相，不看种类，爱卖不卖。算了吧，师兄，有的卖就不错了。现在整个云来坊都是他们几家说了算，我们根本没得选。真不知道那位圣女殿下是不是脑子有病？他以为这么搞就能提升宗门的形象了。现在好了，搞得大家都没法活了。好好的云来坊，硬生生被他给折腾成了鬼城。我看啊，他就是想给自己脸上贴金，结果屁事没办好，反而弄得现在下面的人怨声载道。行，200就200，这就对了嘛。恭迎宗主驾到！啊，宗主，哪个宗主？灵剑阁的宗主！我的天，真的是宗主大人，威压错不了。宗主大人不是常年在禁地闭关吗？怎么会突然跑到云来坊？这车真骚包，要是能回收了，得值多少点金值啊！恭迎宗主！云来坊的管理层，都给老子滚进来！哈哈哈，活该，让你们垄断，这下好了，宗主亲自来收拾你们了。柳如烟啊，柳如烟，这下你算是闯了大祸了。不过凭他的天灵根，估计里头砸过，伤不到筋骨。热闹看完了，该办正事了。算算时间，那些用点金值催生的灵米也差不多该成熟了。朱管事，管事回来了。都不错，像个样子了。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变成一片丰饶的灵田。天哪，这是什么灵米？光是闻着这味道，体内灵力都活跃起来了。这灵气浓郁的都快结雾了。你们看那米粒，像玉石一样泛着金光。周管事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这种神仙道种？太香了！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老子就这么点试验田，一个个都跟饿狼似的盯着，想干嘛？想抢啊？没有，周管事，我们就是好奇，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的灵米。是，周管事，您之前说带我们来这荒山是为了种田，难道我们以后要种的就是这种神仙米？种是种这个，但你们要种的又不是这个。周管事，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是这个又不是这个？你们看到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宗门自己养废了的变异灵米。咱们灵剑阁，你们也知道，建修宗门，宗门里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灵米资源，平日里弟子们吃的都是从外面那些修仙家族手里高价买来的，所以宗门才想着能不能自己尝试培育出属于咱们灵剑阁的灵米。而这田里的，就是我用那些失败的变异道种搞出来的第一批试验品。我的天，周管事，你也太厉害了吧！周玄大人，您太厉害了！是啊，宗门那么多灵职夫都搞不定的事情，您一个人就给弄出来了。周玄师兄，您真是天纵奇才！行了行了，都少拍点马屁，都回去吧，该干嘛干嘛去。等我把这片试验田的灵米收获完，再从中挑选出能够稳定种植的灵米种子，到时候自然会交给你们。我周玄说话算话，说了有你们的好处，就绝对少不了你们的。我等誓死追随周管事。这片田的稻穗长势还好，就是最左边这垄稀疏了些，我来仔细收割一下，看看能否改善。果然，变异灵米几乎没什么繁衍能力。这片试验田的长势真喜人，这第2垄的稻穗特别饱满。好了，
收获了满满30多斤，不错，光是这一批拿去给宗门交差，基本上就没问题了。最后去看看第3楼，开始收割。产量最高，却米粒小，灵气弱。哈哈哈哈！这他娘的才是真正的宝贝啊！哈哈哈哈哈！这50多斤次等灵米得小心分装，我自己留下1小份，剩下这45斤全部带走。这些就是我刚才说过的能够稳定种植的灵米种子，现在90%发给你们。我的条件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这座荒山给我往死里种，能开多少地就开多少地，能种多少亩就种多少亩。收获之后，所有灵米你们可以自己留下1成，也就是说，你们种的越多，干的越猛，最后能留给自己的也就越多。天啊，我们这是要转运了啊！周管事，咱们这荒山什么都没有，连最低阶的聚灵阵都没有一块，就这么直接把灵米种子种下去，会不会长不好？阵法自然是要有的，不过那玩意儿挺贵。以我北区管事的权限，最多也就能弄来一套覆盖10亩地的1阶下品聚灵阵，那是我自己试验田要用的。至于你们的，就只能靠你们自己了。宗门的贡献点不是摆设，想要阵法就给我拿出吃奶的劲儿去干活，去赚贡献点，然后自己去换路，终究要你们自己走。我等明白了，都去吧，先育苗，再开荒。终于回到山顶了，收获品质最好的2代灵米，收入储物袋，以此为核心，重新规划，开始新一轮播种。这是什么？难道是因为灵力而变异的杂草吗？扫描。这些变异杂草或许还有用处，先带回小屋研究一番。行了，别神气了，以后这些家伙就归你看管了。至于那些没用的，就随你处置了，当零食也好，当肥料也罢，你自己看着办。小花，别乱动新来的杂草。谭磊，过来照看院子里的植物。周管事放心，弟子一定尽心尽力。呼，终于安全了。开始清点收获：灵药3株，矿石5块，玉简2枚。炼气境1层，还是太弱了。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没有实力就等于没有一切。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提升实力，可现在境界实在有些拿不出手。这是那本青铜书，他终于有反应了。上次在张灵丹房点化青铜残片，得到了这本来自黄金岁月的古经。以前神念微弱，根本无法理解上面的金色古文，如同天书。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已经成功引气入体，踏入炼气境。随着修为提升，这本沉寂已久的青铜书似乎也开始主动苏醒了。宗门功法麻烦不说，估计也是些大陆货色。这青铜书可是连张清月都认定为上古遗物的宝贝，里面记载的又会是何等的惊天动地？就让我看看，你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吧！这是上古真经，字字珠玑，蕴含大道至理。我当静心感悟，参透玄机。原来如此，这本青铜书果然是一部主修精神与神魂的无上秘法。这部功法并不完整，但其上限之高，简直匪夷所思。创造太医诀的，竟是一位尊号为太医的上古仙帝。这太医诀是仙帝为特定人物简化推演出的辅助功法。他认为，肉身是舟，灵魂是帆，灵气不过驱动舟船前行的风。这理论简直是一切的根本。简化版辅助功法却远超万剑真经，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这是捡到宝了。先帝创造的功法，哪怕是简化版，那也是先帝级别的，赚翻了！这次是真的赚翻了。我掌握了太医诀的核心修炼方式——观想法，但观想图何处寻得？这是一种唯心却强大的修炼法门，全靠我自己。观想，你得先观才能想，不就是观想图吗？不就是比谁见过的场面大吗？认知决定了上限。行，
今天就让你们这帮土著瞧瞧，什么才叫做真正的格局！哈哈哈哈哈哈！那就先来个入门级的开胃，囚笼拉棺。不够，还不够，光有棺材怎么行？得有排场，先攻天庭，给我起！这才像点样子。既然是修炼，那战斗力也不能落下。吞星巨兽，来几只玩玩！格局要打开 ！M78星云，奥特之星，给我亮！阿萨托斯，旧日支配者，给我出来压场子！概念神，因果绿武器，也都别藏着掖着了！这到底是什么怪物？这家伙的脑子里到底都装了些什么东西啊？他到底见过什么？这就吓到了，哥们，别急啊！你觉得这就完了吗？宇宙之外还有呢，比如说多元宇宙、平行时空、高维存在。快停下！别搞了，大哥，我叫你大哥了！再搞下去，咱们两个都得玩完。什么情况？主人，快停下！这石海要失控了！青铜书，你在怕什么？有东西在吞噬观想之力，危险！观想图虽是虚幻，但一旦凝聚，其所蕴含的意却是真实不虚的。我现在的石海就像被吹到极限的气球，整个石海连带着灵魂都会被撑爆。原来是这样，差点玩脱了。看来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行吧，听你的，就先这样，不加了。那么接下来，按照太医诀所说，将这幅观想图彻底凝聚，稳固下来。这股压力极大，但还在承受范围之内。不行，这个也看不得。我的石海宇宙在这股恐怖的压力之下，已经开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仿佛随时都可能崩碎开来。别说再往里面塞东西了，就现在这些，我都感觉自己有点消化不良。看似观想出了一整个宇宙的神魔，但现在的我太弱了。目前能让我勉强做到正面直视的，也就只有那个逼格满满但气息相对内敛的囚笼拉棺了，其他的根本不敢看。那个缩在宇宙某个角落不可名状的阿萨托斯，我甚至连看的念头都不能升起。我操，吓死我了！看一眼就嘎，真的假的？这哪里是观想图，简直是玩命啊！明明是我亲手创造的，但我就是感知不到对方的存在，这种感觉诡异到了极点。还好，幸亏这些家伙只是我观想出来的假货，这要是真的，别说9条命，就是900条命，怕是也不够死的。那么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吧。九龙拉棺论逼格足够高，气息神秘又内敛，用来作为最初的观想图，再合适不过了。每当灵魂承受住1分压力，就会变得更觉得修炼，以无上存在的意来锤炼我的灵魂。这太医诀的修炼还真是太凶险，太刺激了，简直就像是在刀尖上跳舞，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不过这收获也是巨大的，我的灵魂之力已经相当于炼气4层修士的水平了。有了强大的灵魂，接下来就该学习如何运用了。瞳术，以双眼为媒介，瞪谁怀孕，看谁爆炸，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天眼吗？在眼球上刻阵法，开什么国际玩笑？稍有不慎手一抖，这只眼睛不就当场报废了？饭要一口一口吃，逼要一步一步装。瞳术这种高端操作还是留给以后吧。先看看这术法篇里还有没有别的技能。神念干扰、神魂穿刺，虽然简单，但足够阴险，能用最小的代价解决掉敌人，这才是王道，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神念干扰，给我动！虽然幅度小，但确实动了。只要干扰对手的五感或灵力运转，就是阴人必备的神技。去，神魂穿刺！虽然表面看不出痕迹，但内部已经被刺穿了。虽然威力还不够毁天灭地，但对付炼气中期修士绰绰有余。猥琐发育，稳健一点才是长久之道。哥们又不是那种没事就喜欢跟人玩命的愣头青。是时候了，不愧是先帝级功法，哪怕只是简化版的，也比灵剑阁的正派功法强出太多了。出去逛逛，顺便看看田里的情况。那些杂役弟子们现在应该才刚起床吧？这么积极的吗？太阳都还没升起来，这些家伙居然比鸡起的还早。这还是那个死气沉沉的杂役院吗？快看，是周管事，周师兄来视察工作了。大家早，都好好干啊。周爷，行了，
别在这跑地了，跟我走吧，带你去咱们的废副药站看看，那边的生意也要搞起来了。玄哥，咱们这是要去做什么啊？去了你就知道了。我不会是产生幻觉了吧？玄哥，那些垃圾呢？那些都不重要，从今天开始，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地盘了。去，帮我买些木材回来，要结实，要耐用。哦，好，我马上去。玄哥，木材买回来了。好，放在那儿吧。照着这个把架子做出来。玄哥，咱们要弄成这种东西吗？弄就行了。好嘞。这些都是以前消杂处的废弃符箓和零件，但散发出很强的灵气，标签上的价格却只要一半。从今天起，你就有了个新工作，在这里当售货员。售货员？玄哥，这些东西都这么摆着，万一被人给抢了怎么办？放心好了，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别忘了，我现在可是灵剑阁有正式任命的管事，在我的地盘上搞点创收，增加点效益。谁敢明着来抢，那就是跟宗门的规矩过不去。回头我们得去一趟阵风，花点钱请他们的师兄过来，在这里布置几个预警和防御的禁制。但说到底，这些都是外物，真正能让人不敢伸手的，还是要看这个。只有我们自己的拳头够硬，才能镇得住场子，才能让那些宵小之辈不敢有任何觊觎之心。玄哥，说到这个，我好像有个办法。我记得以前在处理那些垃圾的时候，处理过不少金人。金人？那是什么东西？是一种特殊的傀儡。你仔细说说。玄哥，咱们平时说的傀儡，其实更像是修士的第二条命。我听处理那些废弃法器的师兄们说过，一具上好的傀儡需要汽修大师耗费数十年心血，并且在炼制的时候就要融入自己的一缕神魂进去。融入神魂？对，神魂融入之后，这傀儡就跟修士自己的一部分一样，心念一动就能操控自如，而且因为有神魂在里面，这傀儡还能自己吸收天地灵气，慢慢温养变强。听说那些顶尖的汽修大佬，就算本体不小心被人给灭了，只要傀儡还在，就能把神魂转移到傀儡身上，然后金蝉脱壳，重活一世。但是金人傀儡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他不需要融入神魂，那他怎么动？他需要把一个活人直接塞进去。塞进去？这不就是机甲吗？机甲？那是什么甲？没什么，玄哥，这金人傀儡跟你想的可能不太一样。这活人塞进去，就相当于成了这金人的核，或者说是魂，然后就再也出不来了。再也出不来了，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那个被塞进去的人，就和这具金人彻底融为一体了。人就是傀儡，傀儡就是人，不分彼此，直到生命耗尽的那一天。最坑的是，因为炼制技术早就失传了，现在的金人傀儡根本就没有办法升级，顶天了也就断体9层的实力，所以这东西早就被淘汰了。它唯一的优点可能就是防御力还不错，而且不知疲倦，不怕死。但断体境的实力又能干什么呢？连宗门的护山大阵都破不了。说句难听的，现在就算是那些走投无路的邪修，都懒得用这种手段来炼制手下，丢人。无法进阶，那是对别人来说，对我而言，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不能点化的东西。如果我用点金值给它来上一下，会发生什么？变成炼气境，还是筑基境？如果能批量制造出一支刀枪不入、不知疲倦，还能不断升级的傀儡大军，这个想法太诱人，也太疯狂了。行了，金人的事情你多留意一下，看看宗门里还有没有存货，或者哪里能弄到。至于看场子的事情，你不用操心。玄哥，那咱们怎么防着那些小偷？想要有威慑力，其实不难。咱们自己实力不够，那就拉一个高手过来入伙，不就行了？高手？周璇，你是不是躲在这里面？张师姐，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哼，看你这模样，炼丹房又炸了，还是说你炼出来的那些废丹已经把你的洞府都给填满了，没地方放了？周璇，你就这么盼着我炸炉是不是？我听人说萧杂处这边开了个什么废品回收站，就过来看看。没想到还真是你搞出来的名堂。天使投资人？不对，张玲虽然是执法长老之女，身份尊贵，肯定不缺零食，但是她酷爱炼丹，又天天炸炉，光是那些珍贵的炼丹材料，还有动不动就报废的炼丹炉，加起来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开销。执法长老怎么可能无限量的供应他这么折腾？所以他很可能缺钱。既然如此，他这次过来目的恐怕是来卖废品的。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快请进，里面请。周璇，你吃错药了，前一秒还调侃我炸炉。
嘿嘿，师姐说笑了，您可是稀客，我这小店能得您大驾光临，那是蓬荜生辉啊。周璇，你就拿这些破烂玩意儿出来卖，这哪里是卖东西？师姐，我这里叫废品回收站，回收的是废品啊，自然是便宜的废品。就像在宗门百宝阁得卖10块下品灵石吧？你这把都快碎了，还能用吗？您再看看我这儿的价格，3块下品灵石或者300块灵沙也行。3块灵石，你确定没标错价格？没错，就是这个价。这虽然灵力有些阻滞，但核心阵纹竟然完好无损，价格却只有新品的30%，划算吧？百宝阁可是要卖2块灵石的，这只有1/4的价格。这就是我废品站的宗旨，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这是100年份的火阳草，怎么就这么随随便便用木盒装着？药效剩60%，价格不到1成。如果用这些便宜药材炼熟的成本直接降了10倍。怎么样，师姐，有没有想法买点回去看看？我就是看看，这些东西虽然划算，但毕竟是旧的。师姐，2代嘛，我都懂。其实我请您进来是想谈一步合作。合作？你一个外门管事，我能跟你合作什么？我这生意便宜，迟早有人眼红，所以想请师姐在我这挂个名，当个顾问或者荣誉店主。嗨，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呢？行，没问题。以后谁敢来你这儿找麻烦，你就报我的名字。师姐敞亮，但我做生意的原则是亲兄弟明算账，报酬是一定要给的。以后本店每个月净收入的半成，会以分红的形式送到师姐您的洞府。周璇，你太看得起这破烂店了吧？卖这些废品，半成能有几个灵沙？我可不在意这点钱。别人或许赚不到，但我能赚到。师姐，这叫合作书，您签一啊。这都是些什么词儿？听起来神神叨叨的。师姐，您是绝世美女，又是炼丹奇才，您的名字就是最好的金字招牌。你胡说什么呢？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行吧，我签就是了。太好了，大功告成。师姐，耽误您这么久，真是不好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记得把火阳草给我留着，我有空来拿。不对啊，我今天是去卖药渣的，药渣还在储物袋里，怎么反而签了个什么卖身契回来了？算了，太丢脸了。老板，你可算回来了！大家听说咱们这儿收破烂给钱，还能买到便宜法器，全疯了。别慌，一个一个来，今天所有的货全部敞开卖。老板，这炼丹炉虽然破了个洞，但我能补，只要1块灵石，对吧？不要了，别抢别抢，灵沙放这儿，拿了东西赶紧走，别挡着后面的人。老板，咱们今天是不是发财了？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人抢着买破烂。淡定，这叫市场需求。云来坊不让摆摊，他们只能来找我。哎，老板英明，抛开成本，今天咱们净赚1000块下品灵石。1000块！我的老天爷，这真的不是在做梦吗？这是给你的工钱，10块灵石，拿着。老板，这太多了，杂役弟子干几年都攒不到1块灵石，您竟然1个月就给我10块！以后这店你来打理，再去荒山找2个信得过的弟子来分类，干得好，月底还有分红。老板放心，我一定把店看好，谁也别想从我这儿顺走1块灵沙。钱有了，接下来该去坊市扫货了，妖丹我全都要，只要点金值足够，这修仙界还有什么废品是我化腐朽为神奇不了的？先赚1000，再赚1万，这个世界终究是属于有钱人的。800多块下品灵石，在外门弟子眼中是能引发血雨腥风的巨款，于我而言，却远不及将其转化的点金值诱人。1块下品灵石换3点金值，1阶妖丹同价灵石却能转6到10点金值，这笔账3岁都算得清，傻子才直接转灵石。上次柳如烟的方式改革闹得乌烟瘴气，宗主都亲自出面了，这本该早平息才是。这还是那个喧闹嘈杂、人声鼎沸的云来坊吗？这哪是坊市，分明变成了一个高档住宅区。连宗门任务发布处都被搬到了这里，除了几个围观任务的弟子，再无半点商业气息。商业属性完全消失了，把灵石换成妖丹的计划还没开始就要宣告破产。领了吗？领了，就在昨天。啊，这么快？因为我出任务早完成了。那下次我得跟你一起去。好啊，50块灵沙已经存进玉牌里了。哇，50块，师兄真厉害。那是自然，好好修炼，你也能做到。我会努力的。从前月领灵沙还得小心藏着，防丢防抢，如今身家全在玉牌，购物只需一碰，省心太多。听说这是新来长老的法子，真是天才。往后咱们灵剑阁弟子出门，再也不用带灵石了。玉牌，存钱，碰一下就行。这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什么？
就是这里有时候人太多了，那又怎样？所以做事不方便，得先到柜台登记身份玉牌，将零食兑成玉牌内数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难道我漏掉了什么？以前还能私下卖闲置、地摊淘货，现在所有交易都走云来方，每笔都留记录，身家往来宗门全清楚，跟光着屁股没两样。好像是这么个道理。这他妈就是修仙版电子支付加实名制。我大批收废品靠的就是信息差和匿名，现在交易全要登记身份玉牌。我一杂医院小管事，断体9层，随手拿800多零食，传出去执法堂准找我。点金系统绝不能漏，计划全泡汤了。现在进去只会暴露自己，还是先回消杂处从长计议。你就是周璇？核心弟子怎么会认识我，还一口叫出我的名字？断体9层，气息虚浮，灵力驳杂，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嘛。如果师姐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麻烦，这家伙是个大麻烦。好重，这不是一只手，这是一座山，恐怖的压力，连灵力都凝滞了。这么小的年纪，居然就已经是筑基境了。你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针对我？因为你让我的一个朋友很不开心，他希望你能赶紧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没想到他竟然找来筑基境的核心弟子杀我。核心弟子是宗门未来，在他面前我这杂役管事如同蝼蚁，他就算当场打死我，宗门也不会追究。他是认真的，他真的会杀了我。求饶没用，系统没攻击力，怎么办？只有那个了，迷踪阵阵玉，但需要时间激活，必须创造机会。神魂穿刺，你为何执着于此？为了突破，我必须如此。你的灵魂会因此破碎。这是什么力量？威压松动了。就是现在！休想！镇玉线，雕虫小技。啊！不是说他只是一个被柳如烟抛弃的废物吗？必须以最快速度逃离此地。风声呼啸，速度已提升至极致，不能停下，亡命狂奔！坚持住，前方就是生路。活下来了！方才激活阵域，我泄了炼气1层灵力，那少女定然察觉。断体杂役突现炼气修为，一旦暴露，过往伪装全碎。修为突飞还手握巨款，背后定有秘密，鬼都不信。麻烦大了。